穗安，长公主，这可如何是好？公子您快些去回禀太尉大人，错了，全错了。长公主，草民这就安排人将您送到丞相府去。今日让公主受委屈了，不是你的问题，不用跟本宫道歉。老爷，错了，出大错了，府里的那位是穗安长公主。照顾好宾客，不要露了破绽。到底怎么回事？怎么变成了穗安长公主？快让人去丞相府！老爷已经让人去了，现在就是不知道丞相府那边是什么情况。万一没有万一。皇上他最忌讳的就是我这个手握兵权的太尉，兵权交了，好不容易松口气，偏偏又来这一出。臣儿只求臣儿能平平安安过完这一生。臣参见穗安长公主。上官大人起来吧，本宫想知道本宫的3个侍女现在在哪儿。回公主，应该是在丞相府，臣已经让人去通知丞相府的人了，应该马上就有消息，还请公主在这等一等。上官大人这是不舒服，本宫看你这眼睛眨的倒是挺突兀的。是老毛病了，让公主见笑了。你有没有觉得不对劲儿？公主今日下花轿的时候，竟然会主动伸出手来，那绝不是公主平日会做的事。我本想进一步确认，但公主直接被送进了房内，不让咱们进去，说是公主累了要歇会儿，所以我们3个站到了现在。公主，您今日已经1天没怎么吃过东西，奴婢现在让丞相府的人给您传膳好吗？公主，你要是不说话，奴婢就认为您是默许了。你们几人都下去吧，公主这边有我。可是驸马，公主今日1天没有说过话了，也没怎么吃东西，奴婢担心公主的身体。放心，有本驸马在，不会有事的。怎么这么亮？天亮了。公主，臣儿自小被微臣惯坏了，性子慵懒，但绝对没有对公主不敬的意思，还请公主能够见谅。上官大人，本宫在此已经等了有些时间，还有多久才会有结果？怎么样了？是不是有消息了？老爷，还有公主，这……管家爷爷，您赶紧说吧，说完后早点结束，我困了，忙了1天。少爷，这不是……但说无妨。丞相府那边，魏家公子已经和端静公主圆了房。完了，彻底完了！皇上一定会疑心是我动了手脚。魏家那小子是几辈子没见过女人，急吼吼的就圆了房。上官大人，给本宫备马车，本宫现在要入宫。见皇后上京第一才女，这份美呀，简直一模一样。好，公主，臣这就吩咐人备车。公主今日怕是没怎么进食，臣这就命人备些点心。多谢上官大人费心。方才上官公子已让人送过些吃食，本宫用过了。应该没有事了吧？我去睡觉。还想着睡？现在赶紧跟我进宫，跟皇上谢罪。谢什么罪？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我又不是魏行长，有什么罪？要说有罪，应该也怪魏行监，他可是什么都做了，我这不亏得慌。圆房不成想的那么美，你敢动半分心思，皇上下诏你严惩太监。不想圆房，我就是觉得不服气，凭什么？爹，您讲讲道理行不行？魏家那老家伙阴着呢。怎么可能会弄错？接亲过程中没有停过，2位公主只有可能在宫里出来的时候就乱了。皇上，臣该死。这魏行简可真够可疑的，也不知道前面圆房的人是谁，现在又一副深爱长公主的样子，做戏给谁看？真让人恶心。虽然长公主没嫁给他，也算是因祸得福。皇上，求您救救我家公主！皇上，瞧着来人像是端静公主身边的侍女兰心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我家公主自知有辱皇室颜面，一回宫便寻了白绫，奴婢发现时公主已不省人事，皇后娘娘此刻正在殿内守着，求皇上恩准司空院手去看看。无忧，传司空进去看看。皇上，都是草民的错，要不是草民今日饮酒过多，误把端静公主当过长公主，也不会让2位公主受委屈，还请皇上赐草民死罪。你的确该死，朕此刻恨不得将你凌迟处死，剐了喂狗。父皇，既然事情已经这样了，儿臣也不可能再嫁给魏行简，不如就成全魏公子和妹妹。虽然你先回你宫里休息，这边交给父皇，父皇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。你今日也累了1天。父皇，儿臣不累。既然今日的事情儿臣牵扯其中，自然就没有回避的意思。儿臣也很是好奇，为什么2个花轿会弄错？皇上，还有长公主、明鉴，微臣和犬子真的不知道怎么就错了，还是太尉府让人传来消息，我们才知道弄错了。魏丞相这话怕是不妥吧？我们太尉府难不还能逼着你儿子与端静公主圆房？圆房的是你儿子，可不是我。再者说，我先盖头时就发现错，哪像你们丞相府连规矩都不讲，径直就往床上扑。太尉大人便是这般教儿子的，在皇上面前胡言乱语，连规矩都不懂。丞相大人倒是教子有方，我家臣儿纵然别处不及人，至少还管得住自己的下半身。吵够了没有？既然你们谁都讲不清，那就一同领罚。召车，将魏行简与上官晨拖下去，各打30大板。我可是什么都没做，怎么上来就是30板子？爹，您就眼睁睁看着。挨过这顿打，皇上的火气该消一半了，总好过掉脑袋。就算要打，凭什么他魏行简挨30，我也挨30？我压根没干什么出格事。带下去。等一下。不是吧？皇上用这种眼神看着我，
是不是改变主意，现在想直接弄死我了？我愿意被打板子了，快带我下去打板子！小拓，将魏行简拉下去打30板子。至于上官晨，跟朕过来。还愣着，是不是还想挨打？快跟上！咦，皇上呢？我就走神了一会儿，怎么皇上就不知道上哪儿了？我应该没进哪个娘娘的宫里吧？万一真的不小心走错了，那我不死也得死。啊！长公主，长公主，草民能不能问问您这里是哪儿？草民该往哪儿走？这里是沉寂殿，父皇休息的地方。没了？那我这该往哪儿走？长公主说话能不能多说一点？这说的好像跟没说没啥似的。上官晨，明日丞相府和太尉府弄错公主的事情，就会传遍整个上京，本宫和端静都会成为整个上京的笑柄，被人议论。公主，嘴长在别人身上，又何必在意？您是皇上最宠爱的公主，根本犯不着理会那些闲言碎语。更何况今日的事情本就不是您的错，能分辨是非的人，自然不会将这责任推到2位公主身上。能将这个推到公主身上，或者准备看公主笑料的人，他的眼睛澄澈干净，与魏行简看向我时截然不同。魏行简的眼神里总带着一股浓烈的欲望，让我从心底里觉得不适。今日这场阴差阳错，于我而言或许未必是件坏事。明日我会回公主府，你作为本宫的驸马，应该随本宫一块回公主府。什么？驸马？你没听错，今日本宫与你除了最后一步，其余流程都已走完。更何况昭文青羽与魏行简有了夫妻之实，眼下最快最妥帖的法子便是将错就错。他的眼神很干净，心思简单，反倒比魏行简更合心意。当初与魏行简的婚事，我本就不甚赞同，只因那是母后生前与丞相夫人定下的约，我才未曾推脱。如今这么一遭，不论是人为还是巧合，对我都是好事。草民若是去了公主府，还能天天睡觉睡到自然醒吗？可以，你跟本宫只要在外人面前维持好该有的体面即可。至于其他什么事情，本宫不会干涉你。同样，本宫的事情你也不能干涉。好，这样跟他成婚前的日子没有什么太大区别，就是换了个地方住。放着好好的长公主不要，偏整出这换亲的闹剧。魏静之，我倒真是瞧不懂你了。我不知道你在胡言乱语什么。上官明远，少往我身上泼脏水。我若早知轿子里是端静公主，断不会让她进府。是吗？不知道是真不知道还是装不知道？你心可真够黑的，还想往我太尉府泼脏水。幸好我儿子把持得住，不今日这事还真说不清。上官明远，少给你那不成器地的儿子脸上贴金。长公主怎么会看得上你那废物儿子？就他那副样子，也配碰长公主？简直是白日做梦。2位大人，快起来吧。魏丞相，端静公主眼下宫中歇下，明日若醒了，会派人送回丞相府。这段时日里，长公主与大驸马要暂居太尉府，还请上官大人回去好生安排。好，我这就回准备。劳烦吴庸总管了。太尉大人客气了。吴庸总管，我要见皇上。您说什么，魏大人？您再说一遍。我说我要见皇上。没事了，这也太大了吧！不愧是皇宫。管他呢，谁都不能阻止我现在要睡觉。一波三折的一天。吴庸，你说朕这么多年捧在手心里的宝，就这么便宜上官家那个臭小子了？朕就不明白，就算发生了那种事情，但穗安是朕的女儿，更是大赦最尊贵的长公主，根本不用屈尊下嫁给上官晨。朕能给她找个更好的驸马。皇上，您消消气，长公主向来有主见，这么做一定有公主的深意。况且奴才倒是觉得上官晨不一定就没有魏行客好，上官晨的眼睛里没有那么多的算计，或许能带给长公主多真心。你说的没错，上官晨的眼睛里多了一丝魏行客没有的纯净。如果不是看在先皇后之前和魏家夫人定下的婚约，朕不可能让穗安嫁给魏行简。朕已经都打算好了，穗安嫁给魏行简之后，那魏行简的仕途就算走到头了，朕断不会让魏行简踏入朝堂，即便进了，也绝不会让他握有半分实权。公主，您受委屈了。魏行简真不是人，这明摆着就是在算计您。什么喝醉了认错人，全是托词。我与兰珠、陈璧到了丞相府外，就被他们府里的人拦着不让进。还有端静公主，她怎么可能不知情？我们在外面喊了那么多遍，端静公主一句话都不说。听到我们声音的时候，她就应该反应过来错了，反而一直装傻充愣，就是故意的。这错倒错得正好，上官晨原也不似外面传的那么不堪。奴婢特地问了一下大驸马的荒唐名声，除了不喜欢出门，倒也按时去书院。其他的都是一些什么废物的言论，不良的嗜好也没有听过。这么说，大驸马这么看来还算是个好人，但是奴婢还是觉得有些委屈。行了，你们都下去休息吧，明日还要去丞相府，那笔账要好好算清楚。嘘。有鬼！有本宫这么好看的鬼吗？长公主，这深更半夜的不去睡觉，来我这儿什么？莫不是对我有什么别的心思？本宫夜里无眠，不过是随意走走罢了，恰好路过你这处，
你睡觉的声响扰了本宫的清静，本宫就想看看你是怎么做到能那么吵的。不对啊，自己向来睡得安静，从不曾有打鼾的毛病，难不成真是今日累狠了？对不起，吵到公主你了。这样，公主先回去睡，等公主睡醒了我再睡，怎么样？这样就不会吵到公主了。随你便。大驸马，你这是昨天晚上做贼去了？陈碧，去拿几个鸡蛋来。公主是想吃鸡蛋了，不用劳烦陈碧姐姐，我去便可以了。用鸡蛋抚一抚，你眼睛能舒服些。她这是在关心自己。好，谢谢。扶眼睛该剥壳还是带着壳？应该是不用剥的吧？奴婢换个干净的给您。有壳裹着不脏，还能吃。就是这扶眼睛要怎么弄？剥壳吗？这敷上去太烫了。这边有帕子，您将鸡蛋包在里面，就不会那么烫。早知道皇宫里的御厨做菜这么好吃，先前我也不必找些由头躲避宫中宴席了。昨天晚上没有仔细看过他的长相，现在看才发觉大驸马生的确实好看，眉宇间带着书卷清气，却没有半分文弱之态，反倒透着股爽朗明快的鲜活气息。母后，父皇怎么可以对行简动刑？他不过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读书人，30大板下来，他怎么承受得住？我当时就说过，换亲的事情凶险，魏行简也是，怎么能这么着急？而你又怎么能这么稀里糊涂的就依着魏行简？要不是昨天你回来了白灵这一出，你以为你今天还能好好躺在这儿吗？景昭帝将婚事赐下时，我心中本就极不赞同，暗地里我早已将利弊算得分析。太尉府如今兵权尽失，上官明远这个太尉不过是个被架空的虚职，在朝堂上连半分话语权也无。后来听闻景昭帝将穗安与鱼儿的婚事定在同一日，我心中便动了暗心人的念头。此事丞相府自也知情，若非有他们从中想助，这偷梁换柱的计策又怎会如此顺利地推进下去？只不过圆房这一点，我是怎么都没有想到。现在不仅女儿吃了亏，还让皇上对他们不满，但结果与我最初的筹划相差无几。鱼儿既已与魏行简有了夫妻之实，便算彻底绑在了一方。穗安那边与太尉府的婚事也终归是成了。爹，长兄这到底是怎么了？风儿，没有什么太大的事，你快去歇息。可爹，长兄他脸色这么难看，而且背后也是一片血痕，怎么会没事？我现在去找大夫来给长兄看看。风儿这般爱护兄长的样子，心里有些宽慰，但大儿子对小儿子的态度，眼下就觉得行简今日被打，活该。魏某的夫人长大的闺中密友，当年长公主尚在先皇后腹中时，两位自幼女子玩笑间曾提及，将来若有子女，便结为秦晋之口。后面生下长公主，夫人也会带着行简一同入宫，让两个孩子在一块玩。直到长公主6岁那年，先皇后生3殿下那天难产，撒手人寰。也就是那天起，长公主说话越来越少，脸上的笑容也是逐渐没了，性子越来越冷，不喜欢跟其他人接触。皇上更是对长公主的宠爱达到另一种程度，所有人都知道皇上对先皇后的情谊，他生前所言，哪怕是一句戏言，也被他刻骨地记在心里。那桩随口定下的婚约，自然也被皇上搁在了心上。魏某心中跟明镜似的，若先皇后仍在，丞相府能与长公主联姻，于家族而言是天大的荣光，我只会盼着赐婚圣烛早日降临。可如今先皇后已逝，而且继后和先皇后又是亲姐妹，3殿下自出生起便因先皇后的死被皇上厌除，别说疼爱，就连一面都未曾见过。苏家也将先皇后的死怪在了3殿下身上，反而是对继后生下的大殿死特别亲近，所以这婚事反倒成了烫手山芋。长公主是得受偏爱又怎么样？终究是个困于后宫，日后更是困于宅院的女子。行简绝对不能娶长公主。长姐，渊儿，来，你过来，用过早膳了吗？看来这应该就是3殿下，被长公主养得很好，他们姐弟应该感情很好。长姐，我今日一早便听闻，说是那丞相府和太尉府昨日竟将长姐和端静公主弄错，长姐去了太尉府。长姐，你有没有受太尉府的委屈？我找他们算账去。渊儿，长姐没事，也没受委屈，谁敢给长姐委屈受？从昨天到现在，这还是头一回长公主卸下锋芒，露出这般温软的神态。你便是太尉府的上官晨？3殿下，依着辈分，你该唤我一声姐夫才是。渊儿，你过来。渊儿，你要记得，不管长姐嫁给谁，你永远都是我最亲的弟弟。这世上没有人能离间我们姐弟的情分。上官晨也好，太尉府的人也罢，从未欺负过我。况且选择上官晨也可以说是我自己的决定。你要相信长姐，好不好？长姐，渊儿会听话，会好好读书习字。长姐别赶走渊儿，好不好？这世上渊儿只剩长姐了，父皇不疼我，外祖父也不喜我，都怪渊儿，是渊儿害死了母后。如果不是为了生下我，父后就不会走。自己与这位3殿下竟有几分相似，当年我的母亲不也是为了生下我，才在难产中撒手人寰吗？这些年在府里，爹总会在我面前说母亲怎么好，那语气里的思念与畅悦，我听得再清楚不过。不过心里还是有点想抽3皇子。小屁孩，这才第1天
就把三殿下惹哭了，以后可是要天天对着长公主，那我这是不是……那时我才6岁，亲眼见着刚降生的弟弟被随意搁在冰冷的床榻上，小脸哭得通红发紫，殿内竟无一人上前照料。我抱着他走到明德殿，跪在殿外求父皇允我亲自抚养着这个弟弟。我至今清晰记得，当时父皇隔着殿门望向怀中婴儿的眼神，那里面没有半分身为父亲的温情，只有毫不掩饰的厌弃，甚至还藏着一丝令人心惊的冷肆。那目光，我此生都无法忘却。三殿下现在才9岁，又没有皇上的宠爱，还顶着嫡子的名头，危机四伏，难免有些人会想直接对他下手。不过幸好有长公主在，但即便长公主将他护得周全，深宫之内人多口杂，那些闲言碎语如细针般，终究难免会刺到三殿下。又是个可怜的孩子，我现在有些想回太尉府了，给我娘点一炷香。这么多年，爹每天都会给娘上香，每日都会对着母亲的牌位絮叨，说我何时换了第1颗牙，又何时长高了1寸。本宫要入内室换衣，衣服被泪水打湿了，今日还有事情要做。手臂上的伤，让刘盈拿药给你处理。大驸马，您这伤不轻，奴婢去拿药。长公主这是在关心我，还是怕三殿下要出人命？算了，都一样。驸马，三殿子自小就跟着，就将公主的事视作头等大事，但凡牵涉公主，反应都很激烈。今天的事，还望驸马不要放在心上，更不要记恨上三殿子。不会不会，三殿下还是个孩子，今天的事情也是我的错，我倒是怕三殿下记恨上我。驸马，三殿下性子是敏感了一些，但是他能明白什么人对他好，什么人对他不好，来日方长。不知道长公主心里在想什么？长公主那么疼爱三殿下，我今天这么一遭，不会把她惹火了吧？那我以后在公主府不会睡柴屋吧？虽然说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跟长公公主发生什么，但是长公主现在可是掌握着我以后能不能有好日子的关键人物。不过长公主应该不会是那么小气的人，看来以后还是少说一些话好。怎么能绑得这么丑？算了，反正也没人看。公主，臣记得您今日还有事情要做，怎么还在这儿？我在等你。昨天我就跟你说了，要你陪我去。有吗？我怎么不记得了？刘盈，马车慢一些，不用那么着急。好，公主。公主到地方了。不急。自家公主向来性子清冷，今日竟会为昨日才认识的上官晨这么迁就。自家公子这睡醒睡得这么沉，怎么可能那么快醒？自家公子好不容易被长公主看上了，若是因为这个长公主不要他了，那他家公子太不值了。严峰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公子，你醒了啊？是不是做噩梦了？老爷知道今日公子就跟长公主出宫，特意让我在宫外等着。我看长公主的马车出来，就一直跟在旁边。丞相府，长公主来丞相府做什么？难道是她突然改变主意了？还是觉得魏行简比较好？也是，魏行简好像和长公主从小就认识，也应该算青梅竹马吧，不舍得也正常。不过长公主来丞相府为什么要带我来？不会是昨天魏行简被打，觉得我没被打，想为魏行简出气吧？严峰，你家公子要是待会儿被人打了，你动作快点，看长公主差不多气消了，就赶紧上去拦着。公子，我就不随你进去了。那耳旁的茶楼看着雅致，我去里头泡壶茶等着，等你们出来了。长公主与自家公子如今算得上绑在一处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，怎会真在丞相府对公子动手？而且长公主看这样子，像是来丞相府算账的。自家公子这脑子整日里到底在琢磨些什么？严峰，你家公子我平日可待你不薄，我这都被人打了，你就这么袖手旁观？公子，您还是先顾着眼前吧，再磨蹭下去，长公主的身影都要瞧不见了。想不到我堂堂一朝丞相，向长公主行跪拜大礼就算了，竟还要与这个自己素来瞧不上眼、只当是纨绔废物的上官晨压一头，这般屈辱，实在让我心头憋闷得慌。魏丞相，本宫今日登门，只为取回属于本宫的嫁妆，不知丞相是否已将东西收拾妥当？昨日之事后，太尉府那边，端静公主的嫁妆已由太尉大人一早送回丞相府。长公主放心，臣早已命人将嫁妆清点打包，尽数安置在院子里。原还想着今日午后亲自带人送到太尉府，没想到长公主竟亲自来了。魏丞相，为免日后账目混淆，生出不必要的争议，公主的嫁妆今日需当着双方的面逐一清点核对，还丞相配合。自然自然，陈卓姑娘尽管清点，臣已命人备好笔墨，随时可记录核对。长公主此举分明是信不过她，怕她私藏或调换嫁妆，甚至带着几分当众验明、扫她颜面的意味。可即便心头满是不满与憋屈，她也不敢有半分表露。原来长公主是来拿回嫁妆的，我还以为长公主后悔了。怎么这么多？端静公主那点嫁妆，怕是连长公主的1/10都不及。从前只听人说皇上怎么宠爱长公主，今日见了这满院嫁妆，她才真正对这份宠爱有了迹象的认知。这般手笔，放眼整个上京，
怕是再无第二人能接。这般满箱满柜的稀世之物摆在眼前，还是让他呼吸一滞。若非当初为攀附更高权势，执意要与太尉府换亲，将长公主推给上官晨，如今这些价值连城的嫁妆，本该顺理成章归入丞相府，成为魏家的家底。比起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财物，权势才是立足朝堂的根本。看来昨天魏行简伤得还挺重。上官晨动作比我还快。魏公子这是想做什么？虽然，我有话跟你说。魏公子，长公主的封号不是你该直呼的。上官晨，你给我让开，这是我跟长公主的事情，与你无关。我不管你之前跟长公主是怎么回事，但从昨天起，我和长公主就是夫妻。你是不是板子还没打够？虽然，你我自幼一同长大，情谊非比寻常。昨日若不是太尉府从中作梗，此刻与你结为夫妻的本应是我。你停！魏行简，你可真行，张嘴就来。什么叫太尉府的人动手脚？昨日我发现不对的时候，第一时间就让人通知你们丞相府。是谁那么迫不及待与二公主行了周公之礼？你是真当我太尉府好欺负？我是喝了酒，才昏昏沉沉失了分寸。虽然你且信我这一次，莫要听上官晨的片面之词，他对你根本不是真心，分明是早有预谋。这哪里是辩解，分明是赤裸裸的挑拨离间，既想撇清自己的过错，又想抹黑他和太尉府。活了这么久，还是头一次见这么不要脸的人，连半分文人的风骨都没有，也不知道整个上京看上他的女子是不是脑子有病。魏行简，你是当我死了吗？我再跟你说一遍，你现在该关心的人是二公主，还是压根不关心二公主的死活？还是既要又要？不要脸也没有你这种程度，能不能照照镜子？你是觉得整个上京城的女子都要跟在你后面是吗？你长得也没有很好看，本驸马觉得我长得比你好看多了。还愣着做什么？快把大公子扶下去，好好照料他养伤。虽然你听我说，长公主见谅，犬子伤势未愈，言行失当。总觉得这位长公主身上带着股生人勿近的气场。长公主是觉得我方才骂魏行简骂的不对？我就是想起你说的那句，你比魏行简长得好看。这么仔细一看，你确实比她长得好。我就说嘛，我这张脸不说冠绝上京也算是上等，偏偏上京城那些闺阁女子没眼光，一个个只盯着魏行简那副假正经的模样打转，没眼光。原来长公主也会笑。也不知道今儿这事儿长公主那边顺不顺利。当初她主动把兵权交上去的时候，压根儿没琢磨过皇上会给自家那个不怎么灵光的儿子赐婚。自家那心思单纯的傻儿子，该不会不知不觉间又被卷进了朝堂纷争里吧？管他什么朝堂纷争、楚魏之争，日后的事且待日后再说。眼下最要紧的是，赵英初与这个儿媳，我是打心里满意。总算有个能镇住场子的人，管管自家那个不着调的傻儿子了。长公主一路辛苦，快些进府歇息吧。你怎么先下来了？赶紧一边去！长公主呢？不是吧，爹，我可是你亲儿子，你这什么态度？我昨天一整夜都没回府，整整一夜，你就不问问我有没有受伤，有没有受委屈吗？少在这废话，赶紧给我让开，别挡着道，耽误我接长公主。长公主一路辛苦，舟车劳顿，臣已经让人在府里备好了吃食，也把您的住处收拾妥当了。这段时间让您受委屈了，还请长公主莫表见怪。世人常说娶了媳妇忘了娘，他爹倒好，儿媳妇进门，直接把亲儿子抛到九霄云外了。太尉大人，辛苦您了。长公主，您看，这边是府里的正厅，过了这门便是后院。左手边那片竹林是臣儿亲自种的，后面便是书房。您若有要事处理，随时可用。算了。都说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狗窝，这话可真没说错，还是我这张床睡着最舒坦。没想到老爹这回倒挺贴心，竟给我换了新被褥。长公主喜欢清静，这点倒和自家傻儿子挺像。这院子是整个太尉府最大的，最重要的是挨着竹林，清幽安静，很符合长中主屋的性子。至于上官晨的东西，直接吩咐下人打包好，送到中最偏僻的院子。那院子常年没人住，正好他傻儿子爱睡觉，也清静。这混小子又跑哪儿去了？
这混小子！太尉大人不必动气，驸马昨日想必是没歇好，就让他再睡会儿吧，不必叫醒。晨儿怎么受伤了？这傻孩子，受了伤也不说一声。说起来，此刻这样倒也舒心。像长公主这样的人，会喜欢什么样的男子呢？看今天那情形，他对魏行简分明是半点意思都没有。看够了。长公主怎么会在我的房间？可是有什么事找我？这是我的房间，你就没发现这屋子里没有你的任何东西吗？怎么可能？这是我从小住到大的。我的衣服呢？还有我的书呢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长公主难不成真对晨儿动了心思？不对，不对，晨儿这孩子性子毛躁不说，文不成武不精，浑身上下实在找不出什么能入长公主眼的长处。以长公主的身份和眼界，断不会看上她才是。爹，您怎么能一声不吭就把我的院子给了长公主？那我往后住在哪里？还有，我房里那些玩意儿，您都给我弄去什么地方了？你房里那些东西，我已经让管家处理了，直接丢去后院杂物堆了。本就是些乱糟糟的破烂玩意儿，留着占地方。什么？爹，我到底是不是您亲儿子？您怎么能这么对我？长公主才住进府里1天，我在您心里就这么没分量了？你这混小子，废话怎么这么多？让你去住还委屈你了。府里除了你的院子，其余不是待客的偏院，就是下人住的杂院。再者说，没把你的东西直接丢进柴房喂老鼠，已经是给你留了体面。你还敢在这儿挑三拣四？赶紧滚回西院去，别在我跟前晃悠，看着你就心烦。你这，算了，我回屋睡觉去。西院倒也不算差，远离正院喧闹，平日里连个走动的下人都少，安安静静的，正好合了我喜静的性子。更要紧的是那地方偏，自家老爹平常不会去，也能省一些唠叨。再者，西院虽在府宅最偏处，院檐墙上却挨着个角门，那门平日里鲜少有人值守，我要是想出去，也方便。严峰，跟我出去走走。严峰，上回我们吃的那家烤鸡还记得吧？走，过去瞧瞧，就是不惊人的老板来了没？哎，今日人倒不算多，那边还空着张桌子。严峰，你快点跟上来。公子，不急，那摊子就在那儿，人也跑不了。你们说邪门不邪门？那太尉府的公子，先前不都传是煞星命格，克父克母的吗？怎么偏就走了这等狗屎运？可不是嘛！丞相府和太尉府办喜事，竟能当场把2个公主给弄混了。本该嫁去丞相府的长公主，最后竟进了太尉府的门，这不明摆着让太尉府捡了个天大的便宜。说起长公主，那才叫可惜，那可是皇上捧在手心的金枝玉叶，模样才情哪样不是顶尖的？结果倒好，偏偏嫁给了太尉府那个不学无术的废物。听说那小子除了吃睡，其他什么都不会，这不是糟蹋人吗？暴天物！公子，说您是废物呢。哦，公子，您能不能留一个鸡腿？我们俩猜拳，谁赢了，最后这个鸡腿就归谁，成不？成交。公主，该用膳了。他呢？公主，方才刘盈看见驸马带着严峰出府去了，只是没看清2人往哪个方向走，也不知具体去了何处。若公主想寻驸马，奴婢这就去叫人出去找找。不用了，他如今住在哪处院落？太尉大人将驸马安排在府里最西边的西院了。知道了，摆膳吧。是。站住！这慌里慌张的，西院那边出什么事了？公子，西院着火了，院里的房间烧起来了，我们正忙着救火。着火！这不是我爹特意给我安排的住处吗？怎么好端端就着火了？这我睡哪儿？总不能真让我去睡柴房吧？陈碧，我们这不就真的没事吗？好端端的，为什么要让我去烧驸马的院子？要是被发现了，公主会不会怪罪咱们？你没见公主的眼神吗？驸马住的离公主这么远，
俩人一天都见不着两面，那还怎么培养感情？如今西院烧了，太尉大人总不能真让驸马睡柴房，到时候自然得把人往公主附近的院子安排。这可是为了公主和驸马好。我还是觉得公主嫁给驸马实在委屈。公主那般好的人，容貌才情皆是上京顶尖的，本该配着京城里最好的才俊，怎么偏偏……你说的是丞相府那位公子吗？我倒不觉得他有多好，他看人的眼神，尤其是看公主时，总带着股说不清的算计，太过目的性，看着就让人心里发紧。反倒是驸马，虽看着随性，可眼神干净的很，没那些弯弯绕绕。严峰，今晚你去柴房睡。为什么？我今晚要睡你房间，你不睡柴房，还让我去睡。公子，依我看，您睡柴房最合适，柴房干燥，夜里还安静，正好合了您爱睡的性子。严峰，你听我说，最近也不知道怎么的，我越看你那间屋子越顺眼。你也知道，你家公子我向来对其他东西都提不起兴致，难得看上你屋子了，你懂的吧？老爷，您怎么会在这儿？跑这么快做什么？不就是想借你屋子住几日吗？至于躲成这样？严峰跑了，那我晚上要睡哪儿？睡客房吗？客房跟老爹离那么近，去不得天天训我？先前我住的院落，房间本本就多，如今虽说归了长公主，可若去求一求，让长公主匀出一间暂用，也未必没有可能。我若是就这么走过去，他们会不会拦？虽说如今顶着个驸马的名头，可终究是挂名的，在这些侍卫眼里，恐怕半点分量都没有。招清出语，竟在我和上官尘之间毫不犹豫地选了上官尘，这结果像根细刺，扎得我连日来坐立难安。不过眼下的朝堂局势，娶昭明青羽才是我仕途上最稳妥的一步棋。大殿下可是昭明青羽的亲兄长，今年刚满20，早已行过冠礼，入了朝堂。反观昭明出羽那边，三殿下今年才9岁，别说摄政，因为先皇后的事情，这么多年皇上都没看过他一眼。可理智归理智，昭清出羽明明是和我是从小一块长大的青梅竹马，可我没想到他竟会将错就错，选了那个处处不如我的上官尘。昭清出羽便是不嫁给我，也该为我守着这份体面，守身如玉才是。真是活见鬼！太尉府那么多院落，偏偏就西院着了火。难不成真要让我去睡柴房？别说柴房里堆着杂物，满是灰尘，单是夜里乱窜的老鼠我就忍不了。就算是老鼠乐意，我还不乐意呢。驸马，这深更半夜的，您在公主院子外头杵着做什么？再不回您的院落，怕是待会儿受了寒，有苦头吃。我就是路过。既是路过，那想来驸马爷也没什么事。公主这个时辰也要休息了，奴婢们也该回屋守着了，就不扰驸马爷了。等等，驸马爷还有事吩咐。那什么，陈碧姑娘，我能不能进院里去？我有桩要紧事，想跟长公主殿下好好商量商量。哦，这样啊，那驸马在这儿先等等，奴婢进去禀报一声。公主，驸马爷在院外候着，说有事要见您，让刘盈引他进来。驸马，快进来吧，公主在正屋等着你。公主，您看能不能通融些，让人在院里腾间空房给我暂住几日？西院着火了，把我屋子烧了。兰许，将隔壁的屋子收拾一下给驸马。等等，公主，您就别让兰旭收拾隔壁那间屋子了，给我收拾一间离公主这屋最远的空房就行，越远越好。哼，驸马不争气，我都这么助力了，他倒好，不仅不往公主身边凑，反倒想着躲得远远的。驸马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是觉得跟本宫住得近了与你不妥，还是说跟本宫待在一处你会觉得不自在？不是，公主您千万别误会，是我性子太闹腾。再者我也说不准自己夜里会不会打呼翻身弄出声响。你喜欢清静，我怕住得近了你休息不好。不必了，你吵不到我。那这样就隔壁吧，挺好挺好。公主，隔壁屋子收拾好了。那我驸马平日可会下棋，兰许收拾房间还需些公事，驸马不如陪本宫下一局，也好打发时间。我会下棋吗？说起来还真会。若是真赢了长公主，会不会当场翻脸，转头就把我赶去柴房跟老鼠凑合？我输了。我跟公主压根都不是一个段位的，我心里苦啊。好端端的院子，怎么会突然着火？晨儿刚与长公主求婚，难不成是有人这么快就忍不了了，觉得晨儿坏了他们的事？若真是有人蓄意为之，
为什么事后半点痕迹都没留下？能在太尉府中行事这么隐秘，难不成府里藏了奸细？来人，即刻去查府中所有下人，从入府来历到日常行踪，一丝一毫都不能放过。大人明鉴，小人刚入府不过3日，连西院在哪儿被摸清，怎会放火？若不是你，为何偏在你入府后出事？大人，我全说，是二驸马魏行健派我来的，让我悄悄盯着长公主与大驸马平日如何相处，好让他知道内情，从中做不能挑拨离间放火的事情。小人连想都不敢想的。魏行简，这小子倒真是不知好歹，都已娶了端静公主，竟还对长公主心存觊觎，实在荒唐，不必再审了，将此人绑了，送到长公主院中，交由长公主亲自处置。放火一事还需再查。参见长公主，参见大驸马。是魏行简派来的，你盯着我也就罢了，为啥还要放火烧我的院子？就是二驸马让我来盯着您和长公主，压根没说要您的命，我哪敢做那种事儿？你说没烧我院子，那到底是谁烧的？而且烧得那么准，我东西刚搬过去还不到1天，就把我那院子给烧了。大驸马，真不是我呀！不是你就不是你，一个大男人跑到我这儿哭哭啼啼的，你觉得像话吗？赶紧滚！趁我还没改主意，等一下。驸马，长公主真的不是小的干的啊！饶小的一条贱命吧！小的家里还有80岁的老母要奉养，小的要是没了，老母也活不成了。公主，这人要怎么处理？驸马方才已让你滚，你怎么还在这儿？这大概就是被人放在心上的感觉吧。这还是我第一次见这么美的女子，也难怪魏行简有了端静公主，还对长公主念念不忘。这桩换亲婚事换得极妙，魏行简和丞相府这么一换，还让我捡了大便宜。虽说长公主话比较少，性子也清冷，可待我却着实不差。若是能真的和长公主好好在一起，好像也不错。上官晨，你糊涂！长公主不过是待你客气几分，怎么就敢生出不该有的心思？她是金枝玉叶，岂是你能肖想的？真要是这么想，你和魏行简又有什么两样？驸马这是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只是忽然想起昨天晚上和公主下的那几盘棋。公主，我带你出去走走，好不好？揽星楼的青鱼最是鲜嫩，应该能合她胃口。去完揽星楼，再绕去夜市看看那家烤鸡档。公主驸马，揽星楼到了。到了？怎么这么快？怎么，驸马还没准备好？驸马还不下去吗？好。往日长公主下马车，总有人随身伺候，今天怎么没动静？公主，慢点。长公主的手竟这样凉。有劳驸马。哦，没事，没事。是不是自己又越矩了？公子小心！公子，你这也太丢人了。滚！要是能一直这样真好，一辈子这样守着长公主该多好。驸马，菜来喽！我不知公主喜欢什么，便让掌柜把揽星楼的几道招牌菜都备了。若是不喜欢，我再让掌柜的换其他的。很嫩，我喜欢。陈元，公主往日里晚上用膳向来只吃小半碗，今日这都添第3勺了。要是吃多了，夜里胃该不舒服了。严峰，有件事得跟你说，我家公主脾胃弱，素来晚上吃不得太多，若是进食过量，夜里容易犯胃疼。你快想办法不着痕迹地提醒下你家公子，别再给公主夹菜了。有了。严峰这是抽什么风？公主，你先慢用，我出去跟严峰交代句话，马上就回来。公子，长公主晚饭可不能多吃，吃多了容易闹胃疼。你怎么不早说？公主都已经吃了不少了。我不是故意要吃长公主剩下的东西，只是这些菜若是浪费了，实在可惜，不能糟蹋粮食。魏公子、二公主实在是对不住，今日这揽星楼被一位贵客包了全场，尤其是这楼上，您二位若是不介意，不如改日再来。明日您二位的花销，小店全免，全当赔罪了。不必了，掌柜的，我与公主亲自上去跟那人说便是，哪用得着劳烦你？这人的背影看着怎么这么眼熟？何止是眼熟？这不是魏家公子魏行凯，还有二公主昭敏青云吗？起来吧。看来包下揽星楼的人是长姐与大姐夫，我们姐妹俩也算是心有灵犀。既是长姐与大姐夫在此，今日我们这趟揽星楼倒也不算白来。公主、驸马，二公主与二驸马来了，现在正在门外。既是二皇妹来了，便让他们进来吧。长姐，换亲的事实在是委屈长姐了，妹妹也是后来才知道，
但那时木已成舟，长姐跟魏哥哥青梅竹马。如果可以，妹妹愿意将魏哥哥还给姐姐。青鱼，这不是你的错。当日换亲的事情是所有人都没有预料到的。上官兄，今日大概是你我头一回同席用膳。看上官兄这般，想来也是爱吃鱼之人。说起来，长公主自小也偏爱这口，儿时我还常替她挑鱼刺。那会儿长公主总耐着性子等我挑完，才肯动筷。这魏行简是故意的，自家媳妇就在身侧，偏盯着别人的妻子说这些陈年旧事，她有病。公主，臣记得你也爱吃这鲜物，臣替你挑鱼刺吧。谢谢魏哥哥。蹭饭，行啊，那就让你们蹭个痛快。二公主，二驸马，你们来的可真是时候。家父近来管我管得紧，手头实在求去。二驸马出手何等阔绰，想来这点饭钱，二驸马总不会对自家姐夫吝啬吧？严峰，让掌柜的再备一份上等鲜鱼，打包好，账就记在那2位头上。公主，您今日吃的不少，我们不乘马车了，我陪您四处走走好不好？累了再乘车也不迟。好。陈碧，你说公主现在心里在想些什么？公主想什么我不知道，只不过今日那么一出，倒是让端静公主和魏行简挺恶心的。长公主，你跟二公主关系怎么样？驸马倒是有心，这么关心二皇妹，眼下回揽星楼去，或许还能赶上陪她多说几句话。公主，这是怎么了？回去，走。我这话说错了，怎么说变脸就变脸，比翻书还快。公子，您怎么一个人在这儿？长公主的马车这就走了？严峰好像把长公主惹恼了。公子您还有这本事，这可真是奇事，您可别开玩笑了。你看我像是在说笑。公子，您说您好好的提二公主做什么？这不傻吗？今儿个二公主那做派，明摆着就跟长公主不是一路人，您偏要往枪口上撞。闭嘴！严峰，你这张嘴就不能歇会儿？没瞧见你家公子正烦着？平常犯傻也就罢了，怎么到了长公主跟前还拎不清？如今把长公主惹恼了，关键我还住她隔壁，一个院子里进出，抬头不见低头见的，我都没脸出门。嗨，你帮我想个法子。算了，你能有什么好主意？待会儿你回去，把我房里的东西都弄出来，我去父亲那边的院子住几日。这怎么可以？您这一搬走，而且还是偷偷摸摸的，长公主指不定更气。不然还能怎么办？依我看，长公主这些日子怕是都不想见我。与其在那儿待着，不如先去问问父亲，长公主和二公主之间到底积了多少过节，把这些理清楚了，再去赔罪，也能摸到些门道。公子，您确定过些日子长公主不会更气？你话怎么越来越多？赶紧回去给我收拾东西。公子，您不跟我一块儿去？您忘了，公主院子的守卫都是宫里调来的，平日里我连那院子门都挨不着，只能在外面候着。这大半夜的，没有您跟着，他们能放我进去？怕是刚靠近墙角就得被当成刺客拿下。行简哥哥，你身为长公主，该多让这些妹妹。你性情凉薄。行简哥哥待我可好了。公主到了，我们进去吧。驸马他走路回来该没那么快到的。公主，驸马是不是惹您生气了？便是心里有气，也别跟自己的身子不去。我没生气，我跟上官晨相识不过数日，一个半熟的陌生人罢了，犯不着为他动气。严峰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，你用轻功回府一趟，给我弄辆马车来，或是千匹马也行。再这么走下去，我这2条腿明天怕是要废了。公子，我早说过让您别总窝在房里躺着，您看看，这才多远的路就扛不住了。再说您自己不也会轻功？我们直接施展轻功回去，不省事多了。你当真是个大聪明，我那轻功是什么水准，你心里没数？还有这在哪儿？你让我用，大材小用。况且父亲不许我在外随意用武功，这规矩你也忘了。倒是把这茬给忘了。那公子您在这儿歇着，别乱走，我这就回去牵马来，很快就回。你放心，我绝不乱走，也实在走不动，就在这儿等你回来。公子，公子，我竟把我们家公子给弄丢了。严峰，你这是遭了劫不成？李叔，我把公子弄丢了。公子丢了？不对呀，昨夜二殿下在街上遇着公子，亲自送回府的。此刻怕是还在老爷旁边的院子睡觉呢。公子回来了，可不是嘛？李叔，我是真以为把公子弄丢了，我找了整整一夜。你这孩子，多大的人了还坐在地上哭？公子好好的在屋里歇着，快起来，回屋去洗漱干净，再睡上一觉。还好只是场梦，居然梦见娶了赵薇青鱼。昨天跟着二殿下回来的时候，竟忘了问长公主与二主的关系，放着现成的不问，也不知道老爹那儿能问出些什么来。也不知道连老爹年轻的时候到底怎么样，这样说能被我娘看上也情有可原。说吧，跟长公主怎么了？
是不是嘴欠惹人家不痛快了？臭小子！爹，您先别管那些，就是昨天多说了句话。对了，爹，您可知晓长公主和二公主之间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皇家儿女的私事，哪是我们能随意揣度的？不过朝堂上的派系牵扯，我倒略知一二。你不是整日二殿下勾肩搭背的吗？这种事问他去啊，他总比我这老头子清楚。我这不是昨天回来的时候太困了，光顾着打盹，竟忘了问。如今二殿下在宫里，我也进不去啊。明日虽要进宫谢恩，可宫里规矩大，哪能随处乱逛？再说，我这次把公主惹得确实不轻。长公主那性子，没把你打出去就不错了。我不过是问了句长公主与二公主关系如何，她当即就翻了脸，二话不说乘马车走了。出来的时候是乘着长公主的马车，所以长公主走了，我就只能在大街上等着严峰。最后还是被二殿下撞见捡了回去。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蠢钝的儿子？你与长公主相识才几日，竟敢当着她的面问这种话，她能不气？更何况是皇家内情，哪容得你这般随意智慧？上官晨，你莫不是觉得娶了长公主就真把自己当盘菜，成了能插手皇家事的大驸马了？还有，赶紧收拾你的东西，给我滚回去！滚回哪儿去啊？自然是长公主的院子。你这般不声不响跑回来，让长公主怎么想？这不是火上浇油是什么？我真要怀疑你是不是我亲生的，桩件事情都办得这么不靠谱。我这就回去，您别吹胡子瞪眼的。爹，您最有办法了，帮我想想怎么哄长公主呗。她这次气性大得很。哎呦，滚！自己捅的篓子，自己去补。奇了怪了，明明是严峰亲手挖的，我前阵子还钻过2回，怎么说没就没了？驸马，您若想进院，正门随时为您敞开，这里可走不通。唯有那些心怀不轨、另有所图之辈，才会专寻旁门左道。驸马，驸马，驸马，奴婢有件事想向您请教。你有什么事？我身上怕是没什么能教你的。到底发了什么？公主回来之后情绪便一直不对劲。你先告诉我，长公主与二公主朝为青鱼，她们姐妹俩的关系到底如何？是不是结过什么怨？驸马，公主和二公主本来就不亲。再说二公主那人，处处都爱跟公主比。要说多大的仇怨倒也没有，可二公主一直把公主当成对手。对手？这有啥必要？不对啊，要是就这点事儿，长公主听我问起，反应咋会那么大？长公主那般心性，岂可能会真因这点攀比就对二公主生出怨敌？如果真是因为这个，更不至于我随口一问，就动了这么大的气。依我看，长公主根本不屑于二公主之气，多数时候怕是直接将她视作无物，懒得分出半分心神去理会吧。驸马既看得这般通透，那又为什么我家公主在气什么？我知道什么，有话不能直说，偏要绕圈子让我猜。驸马呢？驸马爷昨晚没回这儿，他去太尉大人隔壁的院子歇下了。本宫还当驸马舍不得回来了，既然走了，又何必再回来？公主，臣今日是特地来赔罪的。昨日是臣失言，问了不该问的话，越了规矩。臣向您保证，往后没有您的允语，绝不多说一个字。就这些？那公主还想要什么？只要是臣能办到的，定当尽力。好，那便请驸马即刻收拾好自己的东西，搬离本宫的院子。果然是我的，终究是我的，抢也抢不走；不是我的，强留也留不住。这屋子才住了没几天，倒住出些感情了。到头来还是得回他老爹那院子去。这么着，长公主的气总该消了吧？公主，我收拾好了，那我走了。昨夜揽星楼，被上官晨一口一个妹夫叫着，想想就气。我不信他对自己一点情谊都没有了，更不服气自己会输给上官晨。论家世，论才干，我哪点比那废物差？魏哥哥，你在想什么？刚回来吗？看你愁眉不展的，在想什么烦心事？是在想明日进宫见父皇的事。上次我们成亲的时候，闹得那般不愉快，父皇明日见了我，怕是脸色也好不到哪里去。魏哥哥这是多虑了，父皇向来爱惜人才，你这般才学，父皇心里是有数的。上次不过是一时动怒，倒是那个上官琛，除了仗着太尉府的事混吃等死，还会做什么？父皇素来看重大皇兄，等今年春闱你入了朝堂，我让大皇兄暗中提拔，何愁没有机会？还是公主看得透彻，只是不
不知公主何时能替夫君引荐大皇兄，也好让我早些表表心意。魏哥哥怎的急成这样？你也知道，大皇兄如今在朝中的位置有多微妙。父皇最忌讳皇子私下与大臣结交。我们虽已成亲，但是最近换亲的事情闹得那么大，太过招摇。再等等，等过了这阵子风声，我自会寻个由头。好，都听公主的。你说等，那便等。搬出去。上官晨啊，上官晨，长公主的事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爹说没错，你还真把自己当成驸马了。你不就是个挂名驸马吗？当好你的太尉府公子，这辈子吃穿不愁，安安稳稳的不好。智者不入爱河，管他跟二公主有什么恩怨，管他生不生气，反正跟你无关。对，就是这样，睡，现在就睡。公主，谢恩，往日这个时辰您早歇下了，这盘棋若是下不完，不如留着明日再续。不过才相识短短几日，他竟已能轻易牵动我的情绪，这不是好事。有了在意的人，便有了破绽；有了牵念，便容易被人拿捏。云渊对我来说就已经是一个弱点，如今怎么可能再多一个？这些日子，我是不是失了方寸？上官晨本就是我没得选时的选择，可他竟能牵动我的情绪。或许，上官晨不该活着。公主，驸马是太尉大人的独子。我知道，兰旭，去跟院里的人吩咐一声，往后上官晨要进这院子，必须得有我的允准。是。还有，他在公主府的住处就安排在离我最远的地方。爹，您今儿怎起得这么早？还早？你自己瞧瞧这日头，长公主在这等你多久了？你心里没数？公主。公主，莫不是陈儿这混小子又惹您不快了？这孩子自小成被成坏了，您千万别跟他一般见识。太尉大人多虑了，本宫并未生气，只是觉得驸马平日总躺着，缺乏些锻炼，与身体无益。驸马，起身吧。皇姐，大驸马，好巧啊！有什么巧的？还不都是今天进宫谢恩来的？二皇妹这记性可真差，还是说没把父皇的话当回事？端景，儿臣在。你母后方才还念叨你，你先过去吧。是，儿臣遵旨。遂安，这些日子在太尉府过得还好吗？府里的人待你尽心吗？父皇，儿臣这模样像是受了欺负的样子吗？这上京城里，真有谁敢动您的长公主？也是，朕的遂安向来只有他欺负别人的份儿，哪轮得到旁人来放肆？遂安，往后若真有人敢欺负你，不必忍着，尽管告诉朕，管他是谁，朕都替你收拾得明明白白。朕的女儿还轮不到旁人来搓揉。父皇，时辰不早了，儿臣想同驸马先回去，去看看渊儿。许久没见渊儿，这还是他头一回离我这么久，心里总惦记着。父皇日理万机，许是无暇常去看他。可渊儿还小，性子又怯，儿臣不在宫里，总怕他受委屈。若父皇得空，多去看看他才好，也省得儿臣在宫外牵肠挂肚。渊儿是母后拼了性命留下的最后血脉，母后不在了，护不住她，那这份担子自然该由儿臣来挑。还有苏清燕，让她不必在儿臣面前弄那些上不得台面的手段。儿臣虽然不愿理会那些东西，却还没糊涂到分不清真心假意的地步。公主留步，臣有个不情之请。上回臣在大街上走路回家，多亏遇见二殿下送了一程，如今既已入宫，理应去道谢才是。再者，公主与三殿下也有些时日没见，三殿下好像不大待见臣。若是跟着公主同去，反倒扰了殿下与公主叙话，臣便不去叨扰了。公主看这样可不可以？二皇兄和驸马的关系很好吗？公主，你有所不知，二殿下与驸马是同庄，现在都在青山书院读书。二皇兄，他什么时候去了青山书院？二殿下打小就不爱啃那些书本，对着先生们讲授的经义总犯困。贵妃娘娘瞧着心疼，又觉得宫里的课设实在压得太紧，便私下求了皇上，特许二殿下去了青山书院。元宝，你说这上官晨什么时候去书院？他在家赖了这些日子，可把本宫闷坏了，连个能说上几句真心话的人都没有。殿下，这几日咱们府门前的马车就没断过，那些世家子弟挤破了头想进来见您。他们那点心思，当本宫看不出来？
无非是想着从本宫这儿捞些好处罢了。真要论起交心，10个加起来也抵不上一上官尘。对了，他的假期是不是快结束了？回殿下，算着日子还有3天。不过奴才前日去书院给您取书稿时，瞧见严峰，就是上官公子身边那个侍卫，正拿着张请假条往李夫子的书房去呢，估摸着是又要续假了。又气，这小子到底在折腾什么？二殿下居然拿那些世家公子跟我相比，你小子什么时候进来的？敢偷听本宫说话？我用得着偷听？再说你这寝殿也太随性了，外面连个守着的人都没有，怕不是谁都能闯进来。整天被一群人围着才叫不自在。说起来，你今日进宫是来谢恩的？对了，那天晚上光顾着拉你，倒忘了问你到底怎么惹着穗安了，竟能让他直接把你丢在大街上。说真的，穗安嫁你真是捡着天大的便宜了。当初父皇给你赐婚端静时，我就琢磨着你肯定受不了他。端静那骄纵性子，你看一眼就得觉得烦。依我看，倒跟魏行简那家伙是天生一对。快说说，到底怎么把他惹火的？我说二殿下，咱们好歹也算挚友吧？你这眼神倒像是盼着我出糗似的。你还真说对了，平常在书院总是被先生罚，被你打趣，好不容易待着你栽跟头，怎么能放过？真是好兄弟。那天晚上我就随口问了句他和二公主的关系怎么样，结果长公主当场就翻了脸，直接把我扔大街上了。不该啊，这话听着也没什么不妥，你问也是应当的，毕竟你们已是夫妻，一损俱损，一荣俱荣。我不过是个挂名驸马罢了。什么？这都多少天了，你们还没圆房？说起来，虽然那张脸可是我见过最拔尖的，在跟前你就半点不动心？你脑子里都装了些什么？那是长公主，是你亲妹妹，她的性子你还不清楚，眼里揉不得沙子，我敢动歪心思。何况我与她先前素未谋面，连话都没说过几句，怎么可能做那种事？感情都是处出来的嘛，你主动些，多跟他处处，说不定就成了。少来这套，我跟你说正事。虽然看着冷，心里未必不热，我敢打包票，他不是那等油盐不进的人。你先告诉我，长公主与二公主之间到底是个什么关系？还有那继后又跟长公主有过什么过节？你真想知道？我可说在前头，这里头有些是道听途说，未必做准，但也有些是我亲眼瞧见的。你该知道，继后与先皇后是一母同胞的姐妹，当年继后会嫁给父皇，说起来我也是听母妃说的。他老人家也是从别处听来的，说是有那么一天，继后像往常一样去先皇后屋子里，谁知不知怎的，父皇那天也去了先皇后屋子呢。后来就有了关系，没过多久，父皇就娶了继后。你就没想过，这事说不定是继后故意算计皇上的？我母妃也是这么猜的，不过她特意叮嘱过我，这种话万万不能往外说，毕竟是皇家秘训，知道的太多的人通常都活不长久。那你还敢告诉我？谁让你非想知道？换做旁人，你以为我会说半个字？也就你还能让我透点口风。你说的这些还没沾到长公主的边，难道她与继后二公主关系不睦，就是因为这个？若是只因为这个，还不至于让穗安对继后那般冷淡。这里头的弯弯绕绕可比这深多了。你别急，听我慢慢说。你可知晓，穗安曾养过一只小狗，那是先皇后离世以后，父皇特意寻来送她的，就是为了穗安开心。先后并天的那段日子，穗安整日把自己关店里，谁都不理，唯独对着那只毛茸茸的东西才肯露出半分笑意。也是因为那只小狗，穗安慢慢的才走了出来。那年我才9岁，偷偷溜到了上林园，我揣了半糕点，躲在假山后面正吃得欢，忽然听见嗷呜一声惨叫，那声音尖的像被什么东西扎了，听得人心里发紧。当时我连手上拿着的糕点都被这声笑的全都丢到了地上。我扒着假山石缝往外朝，就看那只小狗蜷在地上，浑身抽搐，嘴里吐着白沫，眼看是不行了，而他就站在旁边，那双眼睛阴沉沉的，像淬了冰，直勾勾盯着地上挣扎的狗，半分怜悯都没有。更让我怕的是，忽然唤来身边的不知说了句什么，就哆嗦着递上一把小巧的银剪子，接过来对着自己的手腕轻轻划了下，血珠立马渗了出来，看着就像是被狗爪挠出来的伤口。等一下，后面的不必说了，我大约能猜到。你说先皇后的死会不会也与继后有关？你疯了，这种话也敢往外说？这宫里的墙是透风的，若是被人听去半句，你就算有10个脑袋都不够砍的。我只是猜测，猜测也不行。这不是在你宫里吗？左右无外人，我不过是依着你说的这些事做个合理推测罢了。单看继后对只小狗都能下此狠手，还处心积虑自伤构陷，便知绝非良之辈。你倒是不接着问了，端静与穗安之间的纠葛，你不想知道？这还用问？不用脑子都能猜到。只是有一点我始终不解，我不过问了句他与二公主的关系，长公主为什么反应那般剧烈，仿佛出了逆鳞一般？这我倒也说不准。虽然性子是冷，但我也觉得应该至于。你说有没有可能是穗安吃醋了？你是不是有病？
我跟长公主才认识几天就到吃醋成地，疯了？什么我疯了？没准真的就是吃醋了。说起来，你当真不打算去哄哄她？虽然再怎么说也是个姑娘家，纵使面上冷硬，心里未必没有柔软处。你诚心些赔个不是，她未必会真跟你计较。哄？我连自己错在何处都不明白，如何去哄？这么去道歉跟敷衍一样，半点诚意都没有。送去跟前怕不是火上浇油。何况她是长公主，我是挂名驸马，这层身份摆着，多说一句都像是逾矩，又谈何哄字？随你吧。只是依我看，虽然对你未必全无情意。那日我送你回去的时候，我看见虽然在府门口提前等着，若真对你全然不在意，又何必费这心思？父皇还是老样子，从小到大眼里就只有长姐一个。魏哥哥，你说，是不是青玉哪里不好，才总让父皇这般忽略？此言，长公主性子太过清冷，倒像是块捂不热的冰。皇上日后定会看见你的好。母后，儿臣可想您了。鱼儿这是怎么了？瞧着像是受了委屈，是谁让你？不妨行检定会护着公主，绝不让她受半分委屈。便是行检自己，也断不会惹公主不快。母后，父皇他好偏心，儿臣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他的眼睛里永远只有长姐，从来都没好好看过我一眼。明明我也是长生的公主，也是他的亲生女儿，凭什么他对我这么冷淡？傻鱼儿，不许这么说你父皇，他心里是有你的，只是不常挂在嘴边罢了。说起来，也怪我，穗安是你先后姨母留下来的唯一的女儿，我这个做姨母的却没能好好照看她，让她总觉得孤单，也难怪皇上放心不下。母后，这怎么能怪您？明明是长姐自己性子孤僻，从小就对我们带着敌意。儿臣好几次都看见她对您说话时没大没小，连基本的恭敬都没有，是她自己不懂得珍惜您的好意。三殿下，奴才敢打包票，这衣服送过来时绝无破损。至于怎么成了现在这样，奴才实在不知。长公公这话的意思是我自己捡了衣服，故意冤枉你们。奴才不敢，只是衣裳出内务服时确实完好无损，这点上百号人都能作证。长公公这是觉得本宫不在宫里了，便没人为渊儿出头，连个奴才都敢欺辱他。奴才参见长公主。长姐，您怎么来了？我再不来，某些狗奴才怕是要爬到头上作威作福了。13，属下在。本宫留在宫里是为了什么？回公主，是维护三殿上招权。今日既有奴才敢以下犯上，本宫便容不得。13，将他拖下去。本宫要让宫里所有人都知道，渊儿是本宫护着的人。往后谁再敢动他一根头发，便是个下场。长姐，他会不会死啊？要不要？渊儿记住，对恶人仁慈，就是对自己残忍。在这宫里，心慈手软换不来尊重，唯有让他们怕，才没人敢欺负你。别怕，有长姐在，谁也不能伤你。长姐，你如今有了驸马，有了上官晨，没有。长姐骗人，以前不管旁人说什么，你脸上总是淡淡的，像蒙着一层雾。可刚才我提起他时，你眼里明明有了为难。上官晨真有那么好吗？你们才认识几天？上官晨呢？他怎么没跟你一起来？是不是上回我咬了他手肺，他还在生气？长姐，我去跟他道歉吧，我不该那么凶的。跟你没关系，他去找二皇兄了，他们是书院同窗，也是朋友。只是渊儿，有几句话你必须记牢。从你出生在这宫墙里的那天起，很多事就由不得自己选了。你必须快点长大，学会保护自己。长姐，我知道了，我会长大的，到时候换我护着你。二殿下，你就没想过去争一争那个位置？活该！让你胡扯，这张嘴是没把门的，这种话也是能随便说的。你能平平安活到现在，你上官家的祖宗不知道保护了你多少次。你跟我说实话，到底想没想过，咱们穿一条裤子都嫌肥的兄弟，你要是真有这份心思，兄弟我考虑考虑帮你。你说是就说是，至于喷我一脸口水？就算你不惦记那个位置，也犯不着拿口水淹我。上官晨，你是真欠收拾，也难怪虽然对你没好脸色，换作是我早把你扔去劈柴了。我告诉你，我昭明御书想做的是将来披甲上阵，做个镇守边关的大将军，可不是窝在这四方宫墙里跟人勾心斗角。就你，上回也不知道是谁3箭拖把2箭，还差点射中自己的马。我是故意的，你懂什么？世事天赋异禀，将来定能成个马下将军。
毕竟上马容易摔下来嘛。你再提，信不信我直接把你丢去净身？行，不提就不提。不过说真的，你真想好了，那位置虽烫手，可坐上了能护着多少人？你母妃跟季浩之间可不对付，护人未必非要靠那个位置。我若成了大将军，手里有兵有剑，谁想动我在意的人，也得掂量掂量。倒是你，少琢磨这些有的没的，先想想怎么把岁安哄好。你忘了，我身上流个陆家的血。你上官家祖上3代也都是镇守北境的将军，你说凭咱俩这血脉，将来会不会成了常胜的新一代大将军，让那些外族不敢再踏过边境半步？这就把我后半辈子安排明白了。行吧，祝你早日圆梦。不过真上了战场，你得挡在我前头。我这人怕累，到时候就在你身后找个逼疯的地儿打个点儿，等你打赢了再叫我。你能不能正经点儿？一天到晚不是想睡觉就是想躺着，浑身的骨头都快躺酥了。就不能多活动活动，想想正经事儿？行了，不跟你耗了，不打扰二殿下做你的大将军梦。走了啊，回见。放肆！臣参见大殿下。不必多礼。说起来，你如今是岁安的驸马，该叫我一声大皇兄才是。叶宵也是担心本宫出手急了些，我替他向你赔个不是。不敢。大皇兄言重了，不过是个误会。长公主还在等着下官，先行告退。主子，需不需要属下？不必。你觉得他会武功？方才那一掌，他虽未还手，却下意识泄了3分力，绝非寻常文弱书生。若主子想确认，属下今夜可去探探。盯紧他便是。从前仅仅是太尉府的公子，倒不足为惧。如今成了岁安的驸马，又整日与二皇帝厮混，太尉府虽没了兵权，受死的落处就比马大，不得不防。大皇兄怎么在这儿？我听说大皇嫂怀着身孕，正是需要人陪的时候，您怎么进宫了？今日是鱼儿回宫谢恩的日子，做兄长的自然要来看看。还是大好生疼我。不过我和魏哥哥该出宫了，皇嫂那边离不开人，改日再陪大皇兄去。臣先行告退。去吧，路上当心。倒是个有心人，字写的工整，心思也摆得明明白白。只是这份急于攀附的迫切，反倒让人瞧出了几分不足。野心有了，只不知手段够不够硬。是骡子是马，日后自会知道。盯着他，丞相府那点龌龊事儿，或许能派上用处。这哪里是冲着我来的？分明是老爹得罪的权贵太多，如今没了兵权傍身，那些藏在暗处的怨毒，便一股脑全泼到了太尉府头上。大殿下今日这一出，不过是其中最直白的一次敲打。道歉，必须道歉，不道歉就是狗。这么好的大腿不抱，是不是傻？长公主和3殿下，我没在里头吗？回答爸爸在呢，都在，您怎么不进去？你不懂，如今这般贸然选来，还偷偷摸摸往里钻，像话吗？我不进去，是对长公主的敬重。驸马，嘘，你就不能小点声，想把全宫的人都招来吗？驸马，您不是说不进去吗？怎么又要进去了？我没要进去，就伸腿看看那地装着平不平。这样，你别管我做什么，就当眼前没我这个人。从现在起，嘴闭紧了。公主，您怎么这就出来了？我还以为还要再待会儿。驸马何时染上了偷窥的爱好？你怎么不提醒我长公主出来了？你可以说话了。是您方才让奴才别说话的，所以奴才没敢出声。好，真是多谢你了。那个公主，对不起。哦，驸马错在哪儿了？反正我就是错了，不该惹公生气，别再气了，行不行？要不您说事儿，只要能消气儿，我什么都愿意做。你不后悔？只要是公主吩咐的，我保证尽最大努力去做。那就劳烦驸马当一天太监。什么？有劳驸马了。公主，这衣服能不能回府再换？眼下还在公道上来往的人不少，我这身驸马朝服换上个太监衣服，岂不是丢了您和太尉府的脸面？公子你，天哪！长公主和驸马这光景，竟是我头一个撞见的。你受伤了？没多大事儿，方才在2殿下宫里不小心磕了一下。还好长公主没追问夜幽的事儿。公子，衣服在这儿呢，我帮着您换。
不用你多事。公子，您长公主这是在玩什么？好端端怎么要穿太监的衣服？还有，您穿完能不能借我穿几天？我长这么大还没穿过真的太监服。你脑子是被门夹了还是被马踹了？太监服有什么好穿的？你要是实在想穿，我现在就去找长公主说，把你送进皇宫做个真太监，省得你在这惦记一件衣服。别，公子我错了。公子，我帮你。怎么伤得这么重？我就说怎么一动就疼得钻心，原来青成这样了。夜宵是大殿下的贴身护卫，若不是昭明燕宁有心思对付太尉府，他怎么会对我下手这么重？明明看清了我是谁，分明是敲山震虎。公子您等着，我这就去找他算账，让他知道咱们太尉府不是好欺负的。给我回来！你忘了上次被人3拳2脚就撂在地上的事了？就你这点本事，去了不是送上门人再揍一顿？那总不能就这么算了吧？当然不能算，只是现在还不是时候。昭明燕宁既然敢动手，我们就得沉住气，等找到机会再连本带利的讨回来。公子，都是我不好。当年若不是我，你不服气也得给我憋着。谁让你不如人夜宵？严峰，你说你这么多年怎么功夫一点没有长进？夜宵一掌，武功估计又见长不少。我不服气，您就这么甘愿挨夜宵那一掌？叶修这笔账我们迟早要算，但现在我们得先沉住气。昭明燕宁的疑心比夜宵更可怕。今日这一掌，我就是故意挨的，让他以为我不堪一击，才能彻底打消他的疑虑。这衣服倒是挺合身。你又在胡闹什么？这衣服是哪来的？我最近没收拾你，你倒是越发没规矩了，连太监服都敢往身上穿。今天非得让你记记教训，知道什么该穿，什么不该穿。等一下，这衣服是长公主让我穿的，您要是有意见，直接去找长公主说，别拿我撒气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长公主怎么会让她穿这种衣服？你刚才看见我爹那表情没？举着树枝不敢动的样子，太解气了。公子，您就别笑了。方才老爷那一下，看架势是真没留手，要是真打在您身上，就算有药膏，也得疼上好几天。你什么时候见你家公子做没把握的事？走，别耽误了正事。驸马穿这身衣服倒挺合身，要不然以后便常这么穿。那可使不得，公主您先前说了，只要我当1天太监，您就不生我的气了。您可是最尊贵的长公主，金口玉言，可不能说话不算数。既是来赔罪，总得有赔罪的样子。驸马先去给本宫泡壶茶来。太烫发涩，好好的茶叶浪费了。是吗？我尝尝看。是涩了点，应该是我没把第一遍水给倒了。我把这壶茶端回去自己喝，再去给你重新泡一壶。公主稍等，很快就好。不用了，放下吧。虽然有点涩，但也不是不能喝，别再麻烦了。也不知道刚才是谁说我浪费茶叶。你说什么？臣没说别的，臣是说公主人长得好看，心肠又好，是天底下最好的公主。你之前都是这么哄女孩子的？臣绝不是那样的人。之前我哪儿哄过女孩子啊？在书院里，身边全是一群糙老爷们儿，连个女眷的影子都见不着。再说公主，你看，太尉府这地方，我爹天天板着脸，家里下人们都怕他。就算有其他女孩子敢上门，也得被我爹那气场吓走，哪轮得到我接触？我身边平时就只有严峰跟着，后来顶多再加个2殿下，全是男的。长公主，有些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，怕说了越界，但我还是想跟你说，你别生气。那天晚上我真没别的意思，不是故意冒犯你，我就是想多了解了解你。驸马，我饿了，吩咐厨房传膳吧。严峰，你说公主平时爱吃什么？总不能拿凉馒头给她吧？公子，您连灶火都不会点，在这儿琢磨也是白搭，不如去问问长公主带来的于大厨，他跟着公主多年，肯定知道公主的口味，总比您在这儿瞎找强。你这脑袋今天倒是灵光，早这么说不就完了？驸马爷，求您有话直说吧，
小的胆子小，经不住这么琢磨。您别这么吓小的了。你这是犯的哪门子毛病？我啥时候要吓你了？我就是想问问长公主平时爱吃些什么，没别的意思。长公主没什么特别偏爱的口味，每次备膳都是蓝轩姑娘来吩咐，只说公主不喜哪些东西，让小的避开。至于做什么菜，蓝轩姑娘倒让小的自由发挥。那长公主具体不喜欢什么？公主不爱吃味道重的。没了？没了。合着我跟你在这耗了半天，就只问出这么一句。行了行了，你赶紧起来做菜吧，公主等着，别让她饿久了。撤了吧。公主满打满算也没吃几口，方才还说饿，怎么吃这么点就停了？这么瘦，真不知道这么多年是怎么过来的。长公主，你是不是还有别的吩咐？长公主，是不是我哪里做错了？您要是有话，不妨直说。您这样盯着我，我心里实在发慌。我们有话好好说，好不好？陪我出去走走。你给我饭做什么？饿了不就该吃饭？自家公主伸手分明是想搭着驸马的手臂同行，驸马怎么就这么不开窍？陈比，你这是感冒了，我这就叫严峰去请府医来给你瞧瞧，免得耽误了病情。驸马不必了。收。驸马，还站着做什么？走吧。好。你看公主跟驸马这模样，我就说嘛，那天在马车上，嘘，小声点儿。上官晨，你到底还有多少事是我不知道的？长公主说笑了，谁都知道我不过是沾了我爹的光，在上营混日子的闲散人罢了。混日子的闲散人，可我总觉得上官晨，你不像外面的人说的一样无能废物。驸马似乎很喜欢这池鱼，我总是能看见你每天都要在这儿待上一段时间。我也说不清是喜欢还是不喜欢。小时候父亲总很忙，府里冷冷清清的，便喜欢蹲在池边看鱼儿游来游去。后来就算是惹了父亲动怒，挨了责罚，也总是往这儿跑，对着这些鱼儿说话，倒比闷在心里舒坦些。太尉大人常对你动手？确实挺经常的，但多半都是我太过顽皮，闯了祸，该打的。公主站着不累吗？不如也坐下说话。好。驸马似乎很喜欢竹的，您院中四周也种满了竹子。我就是觉得听着竹叶沙沙的声响，心里会格外轻松。我母亲唯一留下的那幅画像，旁边便是一片竹子。公主刚才问了我那么多事情，现在是不是该轮到我问了？那天晚上，公主为什么突然生气了？你觉得本宫是个难相处的人吗？自然不是。若公主真的难相处，我跟公主初见那天晚上，又或是后来不小心误睡了公主的床，我早该挨板子了，哪还能有现在跟公主坐在这儿聊天？公主平日那副冷冰冰的模样，或许只是为了护住自己。宫里的日子肯定不比宫外自在，处处藏着算计，步步皆是风险。更何况公主本就是众人瞩目的焦点，不竖起些锋芒，怕是要受更多委屈，又怎么能护得住三殿下？你是第一个说我好相处的人，自小便只有父皇还有渊儿他们待我真心，其余人接近我时，哪一个不是带着目的？上京中多少双眼睛盯着，盼着看我从云端摔下来，摔得粉身碎骨才好。你不是想知道那天晚上我为什么会突然生气？在外人看来，端静性子温婉，说话轻声细语，看着便惹人疼惜。你们男子不都偏爱这样柔弱和顺的女子吗？相反，我自小性子冷硬不讨喜，最初定下的婚事本就是你与端静，若不是后来换了婚，跟你拜堂成亲的人是他才对。你就没有想过，若是没有那一出换亲，你与他便是名正言顺的夫妻？想过，我的确想过，若是没有丞相府搞的那么一出，娶的便是端静公主。可每次想到这儿，我便不敢再想，实在是太可怕了。我要是娶了端静公主，那我这辈子也差不多毁了。我说实话，看着端静公主那柔柔弱弱的样子，每回就很难受，尤其她说话总是带着其他的含义，我就更受不了了。说到这儿，我还真的是谢谢魏行简，幸好是魏行简娶了她，他俩倒是天生一对，凑在一起再合适不过了。
你这是在哄我吗？公主可冤枉我了，我说的全是实话，半分虚言都没有。在我眼里，公主直率坦荡，不做作，比端静公主好上100倍1000倍。公主本就是这世上最好的公主。母后和丞相夫人是自幼一同长大的闺中密友，两家往来素来亲近。也正是因为这层关系，魏行简小时候便常跟着她母亲进宫，丞相夫人也总有意无意地撮合我们。我至今也说不清，端静是什么时候跟魏行记熟络起来的。那时我年纪小，只觉得多了个温文尔雅的大哥哥，又因着母后与丞相夫人的交情，便总爱像条小尾巴似的跟在魏行记身后转。他待我，人前也总摆出一副疼惜妹妹的模样，可我心里总隐隐觉得，他看我的眼神与看端静时不一样，对我是客气的、疏远的，对端静却多了几分说不清的纵容。后来母后走了，我突然觉得皇宫好陌生，就想躲着。那阵子整日闭着宫门，也不愿和人说话。也是从那时起，魏行简进宫的次数变少了，对我的态度更是变了。进宫也只是带着丞相府的任务来的，更是常常因为端静的事情指责我，或是说我不懂让着端静，或是说我性子孤僻，不懂和人相处。那一刻我才彻底明白，他从前的好，不过是看在母后的面子上。母后不在了，那份虚情假意也懒得装了，我不屑与他虚与为止。自那以后，便再也没见过他。再次听到魏行锦的名字，已是父皇要为我赐婚的时候。他说这是母后生前便盼着的事，也算圆了他的遗愿。原来是这样啊！上京中人人都说皇上最疼长公主，我先前还纳闷儿，皇上既然疼您，为什么会将您许给魏行简？哪里配得上公主？分明不是良配。我都看得出来魏行简是什么东西。公主您别误会，我可不是什么喜欢背后嚼人舌根的小人。魏行简的品性，但凡有几分眼力见的人，都能看得明明白白。他对公主的那些好，不过是踩着您的身份往上爬的算计罢了。我知道。长公主笑起来的样子跟平常很不一样，笑的时候周身像裹着暖光，连风都似温柔了几分，半点没有往日那股拒人千里的寒意。可若是不笑的时候，眉眼间又带着锋芒，既让人觉得难以靠近，又透着一股爬人不及的强大气场。那你觉得哪种更好？笑起来的长公主是你，不笑的时候带着锋芒的长公主也是你，都好。反正在我心里，长公主哪哪都好。上官城，我倒觉得对你越来越有兴趣了。你现在也跟平常很不一样。世人都说人是最复杂的，哪能一眼看尽？我到底还有多少模样没被公主发现？往后日子还长，公主慢慢便知道了。上官晨，你知不知道有句话，知道的越多，往往活不长久。你今天知道了我那么多事情，就不怕我为了封口，直接让人要了你的命？怕？怎么能不怕？我惜命得很，更怕疼。若真有那么一日，还望公主手下留情，下手轻些，给臣一个痛快，也好少受些苦楚。哼，你这副样子，倒半点看不出怕的意思。我也有些累了，你送我回去吧。好。没跟长公主同住一个院子，倒也挺不错。院子周围明里暗里全是侍卫与暗卫，连只苍蝇飞过，他们都要多看几眼。住那儿跟被剥了衣裳晾在人面前一样，一点秘密都没有。公子，我倒觉得你那几天住得挺舒服，一有时间你就往公主身边凑，我看你脸上不是挺开心的。滚！我这是说对了。公子，你不住在长公主的院子里，你的行踪长公主要是想知道，肯定也能知道。还有一件事儿，我至今都没想明白。之前也不是没有跟着公子去过长公主的院子，我从来没有察觉到有暗卫踪迹。那位十一到底是怎么做到一点踪迹都没有的？就你那点破功夫，还想察觉皇家暗卫的踪迹？连我都未曾察觉到十一的存在，更何况是你。你不能有点长进吗？你那功夫，我都怀疑我是你的护卫，到头来还要我救你。练武的时候你是不是偷懒了？公子，你这话可就冤枉我了。我也想长进，可底子摆在这儿，怎么练都赶不上。公子倒好，武学招式看一眼就能记住。平日里趴在假山上睡大觉，我在太阳底下练得汗流浃背，最后成效还不及公子的1成，这上天也太偏心了。
行了，别在这唉声叹气了，赶紧收拾一下，我们出门。公子，这都快入夜了，咱们去哪儿？明日要去书院，董老夫子定要抽我回答问题。一想到他那吹胡子瞪眼的模样，我现在脑袋都疼。出去买些蜜饯，晚上临时抱佛脚的时候可以垫垫肚子，也能少困些。估摸着今晚也就睡2-3个时辰，能看多少是多少，总好过明天没回答让来被他罚抄几百遍《诗经》。这就去。严峰，把马车停到前面那条暗巷里，动作清醒。公子，您这是要做什么？你猜猜，我刚才在马车上看见谁了？我哪猜得到？公子您就别绕弯子了，到底是瞧见谁了？宋智慧。公子，这宋志峰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？绕了3-4个巷子还不停，简直是在兜圈子。你懂什么？他越是这样兜圈子，越说明心里有鬼，故意绕路就是为了甩开别人，怕有人跟着他。耐心等着，说不定待会儿就能看到好戏了。夏兰，公子我可是想死你了！呸，真是道貌岸然。方才在街上还装得人模狗样，转眼就露出这副龌龊嘴脸，确实不是东西。公子，这夏兰我看着怎么这么眼熟？哦，想起来了，她不是之前总往书院跑，给宋智慧送点心吃食的丫鬟吗？我当时还纳闷儿，书院伙房的点心样式齐全，宋智慧为什么要让人送？原来是私会。嗨，宋智慧跟何宗正家的小姐可是有婚约的，如今婚期将近，她竟在外面私养外室。何家小姐也不知道上辈子做了什么，摊上宋智慧这样的人。何家在京中也是有头有脸的人家，何小姐也算是才女，嫁给宋智慧本就不算高攀，如今还没进门就要受这等委屈，宋智慧真是糟蹋了好人家。公子，这不好吧？他们都进屋了，我这么纯情，怕是要被教坏。再说了，这种事儿看多了容易长针眼。爱去不去，真拿你没办法。夏兰，你放心，等我娶了何家那丫头，得了何家的势力帮扶，立马就把你接进府里。这宋智慧也太不是东西了，一边哄着何小姐，一边还勾搭小丫鬟，真是把无耻2个字刻在脸上了。爹，你这臭小子都多大的人了，也娶了公主成了家，能不能稳重一些，别给上官家丢脸。外祖公的手艺真是绝了，把您这剑打造的又趁手又威风，就是不知道我那神出没的外祖公什么时候能想起给亲孙子也打一把，也好让我沾沾光。小心！爹，您至于这么紧张吗？这是能斩金断铁的剑，又不是一碰就碎的豆腐。你懂什么？这剑比你的年纪都大，是你外祖公的心血，有话就说，没话就滚回你的院子。我来是想问你，最近朝里是不是有什么动静？我昨日无意间听到宋家的人说话，总觉得不对劲，像是藏着什么事。你又在外头瞎听什么？宋家的事，不是你该掺和的。如今太尉府在朝中本就被人盯着，多少双眼睛暗里盯着，就盼着我们家出点错漏。你若敢露半分破绽，下一秒就会有人钻了空子，到时候可不是补一个口子那么简单，无数双爪子会顺着缝扑进来，死得太尉府无立足之地。还有你那身武功更得藏严实了，当年让你学武是为了自保，不是让你在外头惹事儿。爹，您别这么紧张，我就是随口问问，哪有什么歪主意。再说了，如今我娶了长公主，和皇家也算沾了亲，有长公主在，旁人就算有心思，也得掂量掂量。爹，您最近也多留点心，最好离宋家远些。儿子总觉得宋家这阵子怕是要倒大霉了。身为驸马，又是世家子弟，却如此散漫，哪有半点君子风范？怎么各位同窗都盯着我看？莫不是我这几日没来书院，大家都想我了？真不知道院长是怎么想的，竟让这般无礼之徒进书院。可不是嘛，靠着娶公主攀附皇室，这算什么本事？说难听些，就是靠女人上位，实在不值。谁不知道长公主与魏兄自幼一同长大，情谊深厚？若不是上官晨耍了手段，这大呼马之位怎么也轮不到他。魏兄如今怕是还在伤怀，好好的姻缘，竟被这般搅了。站住！
老夫在此等你半炷香了，你还想往哪儿躲？董夫子早啊！您今日气色真好，一看就是昨夜歇得安稳。晨读时辰快到了，学生得赶紧回课堂了。你这混小子，什么时候对读书这么上心了？怕是回了课堂也只顾着趴在桌上补炫。老夫看着你长大，还能不知道你的底细？你天赋本就不差，若肯沉下心读书，未必比那些甲字班的学子差。可你瞧瞧你如今的模样，你爹就你这一个儿子，上官家世代在沙场拼杀，保家卫国，何等荣光！如今你又成了驸马，本该更争口气，难道就甘心被人背后戳脊梁骨，说你是靠公主上位的软饭郎？吃软饭怎么了？能让公主愿意养着，也是一种本事。董夫子，您都说了那是我小时候的事情，我现在是真的不行了。您要有圆州泯然众人也的平常心，别在我身上费心了。堂堂7尺男儿，怎么就这点追求？上官家的血性，你这怎么就断了？你就甘愿顶着混吃等死的名头，让那些人嘲笑上官家后继无人？董夫子，你们这是在聊什么要紧事儿？也带我听听。二殿下来的正好，你且听听。方才老夫正说上官晨不知上进，你倒好，一来就没个皇子模样，凑什么热闹？夫子，其实我刚才是想跟您说，上官晨已经跑了。上官兄，许久不见，长公主近来过得可好？长公主素来浅眠，夜里稍有动静便会醒。上官兄夜里行事，还请轻些才好。再者，长公主喜静，不爱听人多言。上官兄平日里若能少些话，或许更合公主心意。停！威尔驸马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当着这么多同窗的面说这些关于长公主闺中作息的话，是想故意毁她清白吗？什么叫夜里动静清些？这话传出去，旁人会怎么揣测长公主？你身为二驸马，不思维护皇家颜面，反倒在这里嚼舌根。若让二公主知道她的丈夫天天惦记着自己的长姐，不知会作何感想？上官兄误会了，我只是关心长公主罢了。关心？用这种毁人名声的方式关心，魏二驸马的关心未免也太别致了些。上官晨，你别给脸不要脸。若不是我把长公主让给了你，你以为凭你一个废物能有机会靠近她？魏二公子这话就错了，脸是自己挣来的，哪有向人讨要的道理？长公主乃金枝玉叶，她愿与谁亲近，凭的是心意，岂是你一句让便能决定的？难不成在你眼里，公主竟是可以随意转葬的物件？看来上官兄是真误会了。我与长公主自小一同长大，所以她的一些习惯我自然清楚。更何况先皇后在世，常与我说要好好护长公主，自然长公主的事情我也就记得比其他事情牢了一些。魏二驸马说的都是陈年旧事了。昨日我家公主还与我闲聊，说是与魏二驸马已常年没有往来。倒是不知你这般惦记公主的日常，倒让我觉得该回去提一句，免得公主不知昔日故人还日日念着她。往后还请魏二驸马谨言慎行。如今你已是二公主的夫君，别总在人间提长公主的旧事，若被外人听了去，传承你惦念他人之妻，岂不是让二公主难堪？届时丢的可不止你魏家的颜面。上官晨，你少在这里逞口舌之快，你不就是仗着你爹是太尉吗？现在谁不知道太尉府半年前就把兵权上交了，如今就是个空架子。你爹连朝堂上的席位都挪到后排了，自身难保，你还敢在这里耀武扬威？宋公子这话，倒像是替魏二驸马鸣不平。只是不知这话若是传到皇上耳中，会不会觉得魏二驸马不仅惦记长公主，还煽动书院学子妄议朝政？太尉府上交兵权是忠君爱国，只要天圣有序，陛下有诏，别说兵权，太尉府上下便是性命也能即刻奉上。何时起，忠君爱国竟成了可被诋毁的由头？你们尽可嘲讽我上官晨无能，却没半分资格评价太尉府，更没资格辱我父亲。当年我祖父带着4位伯父征战时，你们上在哪儿？如今倒有脸站这里说3道4。若换做你们，敢披甲上阵，直面蛮族的刀锋吗？那场战争，我祖父与4位伯父尽数战死，尸骨都未能全带回京。如今的太尉府，每一块毡瓦都浸着先人的血。你们口中的空架子，是用他们的命换来的荣光。说得好，上官家世代为天圣流血牺牲，但凡有眼有心者，谁不看在眼里？你们自诩世家子弟，书院高才，却连最基本的敬重与感激都没有，反倒在这里嚼舌根、辱忠良，我真替你们臊得慌。青云书院乃天圣最高学府，教的是经世济民之学，养的是忠君爱国之士。可今日见了诸位的眼界，倒让本宫怀疑，这书院教的究竟是圣贤书，还是搬弄是非的伎俩？今日之事皆因我而起，是我一时糊涂，与旁人无关。上官兄，你我毕竟同窗一场，今日之事能否就此作罢？宋兄方才失言，我
我代他向你赔罪。威尔驸马这里，我可受不起。我上官家虽不比魏家会钻营朝政之事，却也讲究行得正，坐得端。都杵在这里做什么？是课业太轻，力气都没处使了？全都有，绕着书院外的跑道跑5圈。现在立刻动起来！快去找孔教师！二殿下，要不要去看好戏？什么好戏？隔壁不就是女学？我记得何家小姐是不是就在里头就读？你盯着女学看什么？难不成是看上何家小姐了？我可告诉你，你要是敢对穗安3心2意，就别怪我跟你翻脸。你这脑子一天到晚都在想些什么？我问你何家小姐是谁？哦，你说的是何宗正家的那位，不是跟宋志辉有婚约吗？可惜了，好好一女子，怎么就跟宋志辉扯上关系了？不过你突然问他做什么，莫不是想搅了宋志辉那小子的姻缘？你要是真有主意，可得带上我。哼，殿下，你这爱凑热闹的性子，怕这辈子都改不了了。妙啊！小声点儿，这事若是传出去，可就没趣了。严峰，你说若给里面那位姑娘一个机会，能让她直接嫁入宋府，你说她会信宋志辉那些未实现的恐话，还是会选这条现成的捷径？捷径？公子指的是用孩子逼婚？可宋家毕竟是官宦人家，最看重门第，就算真有了孩子，宋家怕是也不会认，顶多给些银两打发了。但若是能让宋家不得不认呢？宋志辉与何家的婚约是2家一起定下的，若是何家知道他私藏外事，甚至有了骨肉，你说这门亲事还能成吗？可怎么传消息？而且宋家完全可以不认，直接解决了里面那个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。如果说这孩子是宋家唯一的孩子呢？公子，您这手段够狠，可先前你不是还说这事儿你不想插手吗？怎么一个晚上过去就改了主意？能让何家小姐看清宋志辉那恶心的真面目，倒也算一件积德行善的事。况且上京里那些人不都喜欢在背后嚼舌根，说我是克母的灾星吗？既是灾星，自然要发挥些灾星的本事，让那些心思不正的人尝尝祸事临头的滋味。这是怎么了？好端端的房子怎么塌了？莫不是年久失修？刚才那声响可真吓人。房子塌了，我连落脚的地方都没了，必须要去找宋志辉。跟上，好戏才刚开场。你怎么敢直接跑到府门口来？我不是反复叮嘱过让你安分待着，不要四处露面。眼下正是我与何家议亲的关键时候。若是被人瞧出你我之间的关系，这门亲事黄了不说，我在上京好不容易攒下的名声也得毁了。公子，奴婢也不想来叨扰您的，可方才奴婢回那院子时，好好的屋子竟突然塌了，奴婢连件换洗的衣裳都没来得及抢出来，除了来找公子，实在是走投无路了。公子，您就是奴婢的天，若是连您都不管奴婢了，奴婢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等何家小姐过了门，我立马带你进府做侍妾。公子，我还没看完呢，这宋志辉哄人的说辞也太假了。现在是什么时辰？再耽搁下去，难不成要留在这里看他们到天黑？可你先前不是说带我出来看看热闹吗？这才看了一半。你这么想看，不如就留在这儿，帮我盯着夏竹，看他接下来要去哪儿。若有风吹草动，立刻去府里找我。公子，我不看了，我跟您走还不行吗？您等等我呀！书院下学时辰早过了，你这是去哪儿了？还有你这一身是不是掉坑里了？爹，儿子是去办了件要紧事。少跟我扯这些有的没的，给我去祠堂跪着。爹，我水米未沾，祖宗们若是知道我饿着肚子跪祠堂，定然也会心疼。不如我先去用饭。少废话，现在就去！大人，公主在府中候着驸马一同用晚膳，特命奴婢前来看看。兰须，你快回去跟公主说，我今日去不了了，我爹要罚我跪祠堂。莫听这小子胡说，我哪是让他跪祠堂，是催他回去洗漱换衣。还敢跟你媳妇儿告状了？这笔账我先记着。
还不滚回去洗漱换衣？真是亲爹，有本事你也跟我娘告状去啊！可惜我娘不在了。回公主，今日下学后，驸马与严峰去了南向宋志辉养外室的院子，待了约1刻钟便出来了。之后，驸马跟着那外室去了宋府。宋家，宋太仆家正与何宗正府议亲，娶的是何宗正的嫡女。驸马与何家小姐又有什么关系？何家小姐如今在女学上课，属下尚未查清更深牵扯。不用了，你先下去，此事不必声张。公主这是怎么了？是谁惹你不高兴了？公主既然不想说话，那便听我说。昨日我撞见了宋志辉，心里犯疑，便跟了上去，发现他在南巷养了外室，那丫鬟名叫夏竹。最荒唐的是，宋志辉下个月就要迎娶何宗正家的嫡小姐，他倒好，瞒着何家在外头养人。听你这语气，倒是很可怜那位何家小姐。何家小姐在上京也是数1数2的好姑娘，偏摊上宋志辉这么个夫婿，这不是把人家姑娘的脸面往地上踩吗？驸马是想搅黄这门婚事？公主莫不是与我想到一处去了？我心里已有盘算，这事若是成了，也算是救何婉清于水火。公主等着看结果便是。驸马可愿陪我去女学看看？母后还在时，常与我说，女子不该只困在后宅。公主，先皇后若泉下有知，见如今已有女学，定会高兴的。明日，你陪我去女学。公主，不是我不想陪你去，只是女学有规矩，男子一概不许入内。我若进去，恐对公主与女学的名声不利。驸马不是想帮何家小姐吗？如今只知宋志辉不堪，却不知何家小姐对这门婚事是何态度。若她执意要嫁，你岂不是白费力气？公主说的是，不过我还是不进去了，就在外面等着。公主是不是身子不适？月事来了。看来驸马对女子之事倒是很了解，听这语气，倒不像是身边没亲近过女子的样子。公主，我那些都是从书本上看来的。再说，你看我这模样，读书不会，骑射也差，哪个姑娘能看得？除非是眼睛有问题，或者脑子不清楚的，才会选我做夫婿。驸马这话是在暗指本宫没有长眼吗？按你这说法，就是本宫脑子不清楚了。公主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你是什么意思？谁跟你说本宫生气了？驸马若是真有喜欢的人，本宫可以帮你纳妾。公主，我可没有一点纳妾的意思，这辈子都没有。驸马若用完了膳，便早些回自己的院子吧，免得耽误了明日去女学。谁先动了心，谁就先落了下风，不能动心。哎，公子，是我。你又从哪个犄角旮旯钻出来的？不是让你盯着夏竹？公子，他们把夏竹安顿在客栈后，没过半个时辰，我就看见宋二老爷鬼鬼祟祟摸进了夏竹的房间，进去了快1炷香才出来，出来时脸上还带着笑。我还偷听到几句，宋二老爷说宋家大房要倒大霉了，提到什么贪污把柄。既然还有这一出，有意思。公主，驸马约定的时间早过了，要不我们先女学吧，外面也热。直接去女学。魏行姐，你是不是鬼？我今日有要事，没空陪你玩。上官晨，你别以为岁安会护着你，他选你做驸马不过是跟我置气，在他心里，你跟路边的狮子没什么两样。我刚刚是着急，但现在我不着急了。魏行姐，你不是想玩吗？我现在就陪你玩玩。上官晨，你疯了不成？快松开我！今日我便让你亲眼看看，你口中的废物是怎么把你打成真废物的。我爹是当朝丞相，你给我等着！你贱！我爹还是当朝太尉呢。论家世，我哪点不如你？你就是所有人都看不起。你这上京第一才子是怎么被我这个第一废物按在水里打的？我的天，这上官晨也太猛了吧！以后可得离他远些。还不下去把人拉开！你们是要看闹出人命吗？别打了！好一个拉偏架的！既然你们想帮魏行姐，那便连你们一起算。你们，快去把胡言叫来，必须把他们分开！你在这盯着，
若上官晨没吃亏，就别上前凑热闹。要是看见他落了下风，再立刻下去帮他。参见长公主。17。刘莹，去太医院，请司空院手过来替驸马诊脉。长公主这是要护着上官晨。董副院长，今日这事，您能做主吗？江院长不在，院里大小事自然落到董副院长身上。上官晨，你若有冤屈，尽管说出来。长公主，我什么性子您最是清楚。今日之事大家都看在眼里，还请长公主为我做主。二驸马这话倒是有趣，本宫何时最清楚你的性情？至于今日之事，本宫相信自己的驸马，若不是二驸马做了什么逾矩之事惹恼了他，他断不会对你动手。长公主，上京中谁不知晓，我与您早有婚约。若不是上官晨用了卑鄙手段从中作梗，今日站在您身边的本该是我。魏行简，你是还没挨够打？太尉府不是你几句话就能污蔑的，再乱说话，就不要怪我将你那些见不得人的事情全抖出来。魏行简，你口口声声说太尉府用了手段，若有证据尽可呈给父皇，若拿不出证据，便是公然污蔑朝廷重臣。至于你私下做的那些龌龊事，我劝你好自为之。董副院长，还有诸位同窗，今日这事本就这么过去了。可魏行简执意要撕破脸，那我上官晨也豁出去了。魏行简日子屡次对我纠缠不舍，今日更在书院偏僻处对我动手动脚。我上官家世代忠良，怎容他做这等龌龊事？你放屁！上官晨，你说你不好南风，那你天天盯着我不放是为什么？我今日要去见长公主，你挡在前面硬是不让我去，这又算什么？还是说你即便娶了端静公主，心里还在觊觎长公主？董副院长，长公主殿下，还有诸位同匡，今日之事全是误会。近来我跟着五行师傅学了些牵遣拳脚，正愁无人对练，方才见着上官兄，猛然起上官家世代尚武，正是最合适的对练之人。是我一时唐突，话没说清，才让上官兄误会了，还望上官兄莫怪。原来是误会，魏兄这就见外了，往后有这般心思，直说便是。既然是场误会，那便散了吧。今日之事，诸位烂在肚子里便可。本宫若听到半点闲言碎语，可别怪本宫不顾情面。是，谨遵长公主吩咐。何小姐留步，你的字本宫今日见了很喜欢。明日若得空，不妨去太尉府一趟，本宫想与你聊聊书法。臣女遵旨。兰旭，去将驸马的东西搬去本宫的院子。司空静稍后会来诊脉，直接带去本宫院子。是公主。二皇兄还不回府？我还有些话要问上官晨，等司空静来了我便走。太尉大人，您不用管我，自去忙您的事便是。你可真有你的，连浩南风这种说辞都能临时想出来。魏行简这回可真是吃了大亏，有气也只能往肚子里咽。不这么说，今天的事情哪有那么容易收场？魏行简记仇得很，一定会找机会报复回来。不过今日这出是真痛快，咱俩配合天衣无缝。话说回来，你跟穗安怎么看着不太一样？你老实说，是不是要转正了？时辰不早了，您还是早些回府吧。二殿下，你赶紧走吧，再晚司空静该进院了。我和公主是挂名夫妻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司空静在宫里当差那么久，但凡发现我不住在公主院子，心里就该生疑了。怕什么？司空静可是出了名的闷葫芦，亲眼撞见多少密室，不也半个字没往外溜。我是真替贵妃娘娘不值，殿下你这心怎么可以这么大？宫里的每个人都是人精，你的身份还那么特殊，有些人可是恨不得你死。我母妃可厉害了，据说她年轻时能一个打10个，若不是嫁入皇家，绝对是能率军打仗的女将军。明日公主约了何家小姐，你去不去？去做什么？男女有别，规矩摆在这里，这要是传出去，对她名义是损伤。况且还是穗安出面约的，别人会怎么想穗安？自然不是让你光明正大的去，只需寻个隐蔽处藏着。宋志辉的二叔在跟他抢同一个女人。什么？宋家东西竟然妄想何家小姐？不行，我得想个办法弄一弄这宋家老头。二殿下，你是不是虎？我说的是客栈里那个夏竹，不是何家小姐。那老头一看就不是正经人，穿得体面，可脚不虚夫，腰都挺不直，一看就是被酒肉美色掏空了身子。盯着他们叔子争女人，说不定还能揪出这些其他的东西。你老盯着我做啥？二殿下，为什么对何家小姐这么上心？前几日我提宋志辉未婚妻时，你那样子从未见过何家小姐，怎么今天这么紧张？
你说什么？那个，我先走了，待会儿司空镜真来了。这么心虚，我看不对劲的人是你才对。臣参见长公主，大驸马。起来吧，驸马今早落了水，你替他看看，不要留了病根。公主，驸马脉象平稳，身子无大碍，只是体内肝火郁结，想来是近日劳心所致。微臣稍后拟一方清润药膳，至于面上外伤，微臣会送一盒红血曲曲的膏药来。有劳司空大人费心。兰旭，送司空大人出府。司空大人，请随奴婢这边走。公主就不想问问我？公主，别下棋了，屋子里就只有我们俩，你就不能跟我聊几句？驸马有话，不妨留到明日。明日本宫约了何家小姐，驸马若有兴致，可与她慢慢说。我跟她有什么好说的？我连她长什么样都不知道，哪来的话聊？驸马既不认得何小姐，为什么对她的事那么上心？我哪里是在意她，我是盯着宋志辉。公主，不会是疑心我跟何家小姐有什么，这2天才不愿意理我？没有。长公主会不会觉得我这么做太过小心眼了？不会，宋志辉落得什么下场都是咎由自取。今日我见过了何家小姐，是个很不错的女子，宋志辉配不上她。现在，驸马可以说说你的计划了。公主，这里面有一些龌龊之事，我怕污了公主的耳朵。我自小在宫中长大，人心诡谲，龌龊伎俩见的还少吗？再者，我想知道驸马的打算，无关其他，只是想听你说。先前我和严峰跟着宋志辉安置那个丫鬟，严峰那小子倒真撞破了有意思的事。那丫鬟竟和宋家二老头有着不清不楚的牵扯，原本盘算是让宋志辉在众人面前丢尽颜面，可如今牵扯出宋府二老头，就另做打算了。我也想去看看。可别去了，公主，那场面实在不像话，会脏了你的眼睛。你等着我回来，我跟你说。二皇兄能去，我为什么不能去？二殿下是男子，不一样。公主是金枝玉叶，那画面真的会污了公主眼睛。公主，你就听我一回，别去了。若我偏要去呢？上官晨，你当真觉得能拦得住我？你若不肯带我去，我自会寻别的法子，亲自去看个究竟。去，怎么能不去？既然公主想去，那我们就去，我带公主去。这位祖宗要是再闹脾气，可受不了。你脸还好吗？说起来，这会儿倒真有些酸胀。不过魏行简那小子吃的亏可比我好多了，这一拳也是阴面。当时好几个人拉着我胳膊，他趁机偷袭得手，有本事1对1。今日你便歇在这儿吧。你今天要是出了这院门，太尉大人那边怕是马上就能去堵你。丞相府今日虽然咽下这口气，但以魏家的行事风格，断不会善罢甘休。你以后做事小心一些，别给人抓住把柄。公主，您前面在我爹面前说那番话，是不是故意的？先前换亲的事情已经闹得沸沸扬扬，如今我们已经是夫妻，不同居一处的消息绝不能传出去。院内的丫鬟和侍卫都是我亲手挑选，嘴风严实，可日久天长，难免有疏忽漏嘴的事了。一旦走漏风声，轻则落人口实，重则会被有心人利用。无论是对你上官家，还是对我皇家颜面，都没好处。公主倒是会找由头，明明是担心我，偏要往那些大道理上扯。得了，反正她的心思猜不透。废物，真是个彻头彻尾的废物！老夫耗费10数年心血培养你，你连个上官晨都斗不过。就你这脑子，还妄想着让大殿下重用你。若是风儿有你这么大，今日与公主成婚的就会是他，哪里轮得到你？爹，您终于肯把心里话都说出来了。出生那日起，府里的目光便全粘在他身上。可我日夜苦读，拼尽全力想让您多看我一眼，可你们眼里从来没有我。他是您的儿子，难道我就不是吗？您张口闭口骂我是废物，那您呢？养出我这个废物的爹，又算什么？老废物吗？老爷，二公主来了。待会儿见了二公主，什么话该说，什么话不该说，你最好想清楚。臣魏敬之参见二公主殿下。丞相大人免礼，以后在府中无需这般拘礼。魏哥哥这脸是怎么了？怎的伤成这样？公主，行简身上的伤是大驸马打的。上官晨，他算什么东西，竟敢对魏哥哥动手？大驸马的性情素来乖荡，行事全凭心意。今日不仅动手打了行简，还将他丢到了书院的池子里。行简自小饱读诗书，身子骨哪比得过习武的人？论蛮力，自然是行简吃亏。
放肆！说好听点，他是皇家驸马；说难听点，不过是入赘皇家的外男，也敢这么嚣张？臣没事，上官臣有长公主殿下撑腰，今日之事，臣忍下了。但这笔账，臣日后定会从上官臣身上一一讨回来。忍？凭什么要忍？他上官臣敢动手打你，便是没把我放在眼里。你是我的驸马，打了你，不就等同于打我的脸吗？魏哥哥放心，今日这亏，本宫定然帮你讨回来。兰心，即刻备马，本宫也有些时日没过长姐了。有些事魏家不便亲自出手，免得落人口实。但二公主不同，她身份不一样，又是为驸马出头，即便事情闹大，也只会牵扯到皇家内政。可如此一来，所有人都会知道我被上官臣欺辱，还要靠公主为我出头，那时候我还有什么颜面？你以为你还有颜面？今日书院内外多少双眼睛看着你被上官臣踩在脚下，成大事者何惧一时之辱？明年你科举下场一举夺魁，届时所有失去的都会加倍回来。今日的账也别怪老夫心狠，你一并算在太尉府头上。邢简，你是爹的长子，是魏家的嫡长子，爹怎么可能不在乎你？正因为把所有期许都放在你身上，才会对你这般严苛。莫要记恨爹，爹都是为了你好。还有风儿，他打小就跟你亲近，心里从来都是向着你的。你们兄弟二人本该同心同德。爹，儿子明白。公主，我能不能去床上睡？这软榻看着是不错，但是睡着硌得慌。公主，公主这是睡了。公主，公主，公主。公主，我知道你没睡，这软榻我睡得真的不舒服，就借公主的床睡一晚。你故意的。公主说什么？我怎么会故意？那软榻确实饿得慌，更何况这床之前本来就是我的，我都睡习惯了。我就是搂着公主，其他什么心思真的没了。我向公主保证，除了这个，绝对不会再做出什么事情来。要是有别的，公主直接把我踹下去。你先把你的手放开。我错了，睡着之前我肯定规规矩矩的，绝不对公主动手动脚。可睡着了，我从小就习惯抱着东西睡，之前都是抱着被子，现在公主在旁边。回公主，驸马，二公主过来了。谁？你说谁来了？是二公主殿下，现在已经在大堂候着，太尉大人正亲自招待，好像是为二驸马来的。这便说得通了。白天我揍了魏行杰一顿，二公主现在来太尉府，恐怕是兴师问罪。公主，这事是我惹的，与你无关，你歇着，我出去应付。你应付？如何应付？真当端静是冲你来的？魏行简不过是个由头，他真正的心思是想借着这事儿踩我一脚。我要是不去，你和太尉大人还真招架不住。不至于吧？二公主看上去也不像是有那么大能力的人，我招架不住，那我爹应该也能应付过去吧？你与太尉大人皆是臣子，而端静是长生的二公主，是君。只要她不做出谋逆违法的事，哪怕在正厅说你恃强凌弱，欺压二驸马，你和太尉大人能奈他何？斥责他便是以下犯上，反驳他，他只需抹着眼泪说你们仗势欺人。但我不同，我是他的长姐，论辈分，论父皇的宠爱，我都压他一头。还是公主想得周全，估计我爹现在就招架不住了。他管得了军营里的那些糙汉，可不见得能治得了公主。臭小子，自己在外头闯了祸，倒让老夫在这儿替你受这份罪。太尉大人倒是会说，一句误会便能将本宫驸马的事轻轻解过，这便是太尉府的规矩。今日他敢对本宫驸马动手，明日是不是就敢对本宫不敬？往后是不是连父皇的话，你们太尉府都敢不当回事了？二公主息怒，今日书院之事真的就是一场误会。况且事后二驸马与大驸马已经握手言和了。我上官家世代为长胜国鞠躬尽瘁，满门忠烈。大驸马虽行事鲁莽，但绝不敢有半分藐视皇权之心，更别提对皇上不敬这种大逆不道的话。还望二公主慎言。何解？魏哥哥那是心善，不愿将事情闹大。他不愿撕破脸，本宫却不能看着自己的驸马平白受辱。今日之事，若太尉府不给本宫一个交代，本宫不会善罢甘休。两个选择，要么上官臣登门向魏哥哥赔礼道歉，自请领30军棍以尽效忠；要么本宫便入宫面圣，请父皇定夺，看看这误会二字能否抵得过皇室颜面。长公主殿下，大驸马到。端静的脾气倒是越发不知收敛了。长姐这话是什么意思？难不成我替自家驸马讨公道，倒是我的不是了？
魏哥哥被人打了，我身为他的妻子，难道要眼睁睁看着他受辱？反倒是长姐，如今竟这般是非不分，偏帮外人。讨公道前，也该先弄清楚真相。今日书院之事，我恰合在场，你不妨先回府问问你那受辱的驸马，当时究竟是怎么回事，再来太尉府兴师问罪不迟。上官晨是本宫的驸马，不是外人。本宫不帮自己的驸马，难道还向着别人？神气什么？不过是仗着父皇宠爱，选的驸马看着人模狗样，实则就是个废物，哪比得上我的魏哥哥？长姐这是要偏帮太尉府到底了。端静，我劝你收敛些性子。魏行姐若真占理，我自会让驸马给你一个交代。可若是他理亏在先，你今日这般闹下去，丢的不是太尉府的脸，是我们皇室的脸面。论血脉骨血，你我才是亲人。长姐当真要为了一个外男，次次与我针锋相对？针锋相对，不是青鱼先开始的吗？你暗地里做的龌龊事，需要我点破？还有，本宫不想再说第3遍，上官晨是本宫的驸马，容不得其他人打他的主意。你最好管住魏行姐，这次是丢进池子，下次说不准是蛇窟。好，青玉，记下了。上官晨，你倒是好本事，竟能让昭月初雨这么护着你，倒是让本宫刮目相看。长公主，您该回去歇息了。臣有几句家常话，想与晨儿单独说说。既如此，那本宫便先回去了。随我来。跪下！你知不知道，你今天做的这一切，很有可能让这10多年努力全都白费？爹，我今天已经是极力克制，之所以把魏行姐丢到池子，就是为了不伤到她。我就用了一丢丢内力，根本伤不到她。书院里的人都是书呆子，根本看不出。还敢狡辩！我跟你说过多少遍，不要动武，不要动武！小时候你就管不住自己，幸好大家都以为你只是会几招花姑子，现在你还敢当着那么多人动手，你以为我在朝堂上谨小细微是为了什么？上官家的权势一代比一代盛，但盛极必衰。从你祖父那一辈起，便在暗中谋划着如何全身而退。为此，他花了几10年，逐步缩减军中的势力。可天不遂人愿，那时陆家集中兵力帮皇上，致使边境空虚，云国趁机南下，朝堂无人可用。你祖父只能亲自入宫请战，带着我和你的几位叔伯出征。那一战打得惨烈，尸横遍野。你祖父还有几个叔伯战死沙场，只有我侥幸还活着。我扶着你祖父还有你几位叔伯的灵柩回来，皇上为弥补上官家的牺牲，将整场战事的功劳都算在了我头上。一夜之间，上官家的权势达到了鼎盛。可功高盖主者，鲜有善终。更何况当年云国突袭，又跟皇上有几分关系。这事虽无人敢明说，却成了皇上心头的一根刺。若不主动退隐，等待上官家的就是抄家灭族的下场。只有上官家后继无人，才能让皇上彻底放心。爹，儿子明白，这些话您说了多少遍，其中理我心里比谁都清楚。不过如今兵权已经全交给皇上，但皇上仍让您在军营挂着统帅之职。至于赐婚，虽阴差阳错从2公主换成了长公主，却更能说明陛下眼下并无对太尉府赶尽杀绝之心。若真要动手，何苦让皇家公主与上官家牵扯得这么深？起码现在，皇上不会动我们。皇上的确不会轻易动我们，但朝堂之上并非只有皇上一人。上官家这么多年可得罪了不少世家勋贵，如今更与丞相府成了死敌。魏京之那个老狐狸，心胸狭隘，睚眦必报。爹，有些事情你跟个乌龟一样缩着，真的有用吗？要我说，该硬气的时候硬气。皇上不会动上官家，但是不代表下一位君主不会动。如今太尉府已经是没有牙齿的老虎，真的要动，只是上位者的一句话。臭小子！爹，您不说话就是认为我说的对。要想上官家不出事，下一任君主绝对不能是大殿下。你这混小子，真是什么混话都敢往外冒。娶了长公主，你这胆子倒是愈发肥了，连储君都敢妄议。爹，你这话说的，你儿子的胆子从来就没小，跟娶不娶长公主无关。与其天天缩着脖子过日子，不如我们主动出手。只要能把大殿下从储君之位上拉下来，将来那龙椅上坐的是谁，对上官家而言又有什么区别？说的倒轻巧。大殿下是皇后嫡子，身后有苏家，朝堂上更有半数官员依附，名正言顺又根基稳固。